決率也是6次啊，勝率是達到了33%。市場的話，其實還是給自己這邊增加一些追擊上的容錯了，因為畢竟有機械的對局，只要沒處理掉娃娃，就算踹一腳，後面那個密碼機補上，還是能補的。對，補的還是很快。你反而說沒有中推，對於歌剧來講就是一眨眼的事情。對。但是對於求生來講，真的沒有什麼太多的拉點空間。你要去轉到大推的話，資源有限。往紅毯。好，來看一下這邊起嘴的話。 顯然還是要往這邊走，但是機械傀儡的位置是第一時間看到，也不選擇去處理了，知道本體沒有走遠，這邊不想多拖時間。你看到无形那邊是沒有密碼機，所以只能去跑到大推再去修啊。对，那這邊卡夢走位也是非常的清晰嘛，就是我盡可能的往這個空地走，延緩你跟拿刀速度。你真的要說牽制歌剧的話，其實單化顯微的机械師是肯定放棄了這個想法的。就盡量以一個拉點為主啊。對。啊、倒得晚一點就賺一點，因為在墓地倒地的話，至少已經把娃娃那邊給保活了。沒錯，而且這邊密碼機封禁的，那幾個過板刀拿下擊倒密碼機的話，其實加起來總台1排。但是機械傀儡在外面，那看一下這邊阿策其實已經往中場這邊的怪挪了。因為對於佩佩來說，他盡可能要刮到密碼機附近，然後把自己的時長給用出來。這邊也是一腳時長下去。哦，那加起來連1台都不到了，因為踹的是进度最多的那一台。那对于求生來講，肯定不能馬上救援，還是要盡量卡一卡了。對的，因為其實佩佩也知道你們要去卡觀眾效應也好之類的也好，所以說你密碼機肯定會留。所以說這種時長的話，哪怕這一腳踹不到，後手也可以踹。對，因為以他的一個追擊時間來講的話，肯定是能夠使用出來的。一個救人博弈救下。這邊倒地位置的話，想去打一個雙倒，打到了，主要是他很自信啊，覺得機械師來講的話，很難再去牽制他起來的。對的，但這個距離確實是拉得非常開。啊，看一下這邊腳印是有點消失的，還是能跟上啊，找到在紅毯這個長窗的位置。這一波對於佩佩來講還是比較賺啊，因為這樣求生那個密碼機會差得更多。嗯。但好消息在於說，本身有一個抽刀抽到了。有機械師在吧？有機械師在的話，他機械傀儡畢竟還是能給到密碼機補充，但一個雙倒的話，確實拖緩了很多密碼機的節奏。本來的話，外面可能是2、3個人在修嘛，但是剛剛的話就只有大副弓箭還有這個機械師的娃娃了。沒錯。而且自己回出過來，一直沒有蒙到，你這樣就拖緩一下這個掛飛節奏吧。給刀，這裡還是想先打一手針對。嗯。那邊小推密碼機的話，其實但是量不太掉，對，因為一開始娃娃在中推，但附近沒有密碼機。那看一下這邊，再來中場，再踹一腳，收益最大化。對，2腳都直接把密碼機清空的感覺。對的，這樣子來來回回的話，其實密碼機現在插的總量非常多，給個後撤弩。但是這邊等完這個撕裂子之後再去掛人，現在就有點不太好去跟啊。看一下這邊赤紅給打下來了，那能不能扛到這一刀？扛到了。那這樣子的話又起漏了一波時間。這波翻窗以後的話，這個撕裂值要掛滿的。對的，因為這一波拖的時間約等於說是給外圍去補狀態的一個時間，能把狀態補好的話，其實後期3人運營還是能打，但這個點位就很難牽制了。但也就已經撤退了，因為剛剛那一波拖時間的話，至少把大副的狀態給拖起來了。現在就看這台小推能不能機械傀儡直接開掉。是他娃娃在修是吧？絕對90多那台，好像可以哇，自動開了，很聽話的娃娃。對。因為這樣子的話少了一個補密碼機的路程嘛。因為畢竟這台密碼機的一個位置啊，相較於現在其他人的點，相當於是一個對角線。對。對。那現在中場在密碼機給踹空，外圍的話，其實還是要去重新開多2台啊，因為畢竟打歌劇打一個後期運營的話，基本上要開3台密碼機才行。這裡找到了赤紅，他手裡的話還是有道具的。沒錯。而且大家的一個狀態比較好。那弓箭手牽制歌劇的話，我覺得還是比較有優勢的。對，就是道具使用完之前的話，你是没太有拿刀的機會啊。砸板非常精彩的博弈，把自己的下一個弓箭也給續出來了。沒錯。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帶了手時長沒太大終結能力，給一刀。
但新的密碼機已經在起了啊，已經是快到一半的一個進度了。這個時候再擊倒弓箭掛上的話，壓滿也是夠的。對的，這一局弓箭手的關鍵作用就很大了。對，還是那一波歐逼了一下機械師，对，扛到刀。不然的話，外圍是有2個半狀態嘛，這邊選擇擊倒之後直接傳送，佩佩非常果斷。找一下阿策，魔術棒，看一下。 個反走啊！但這裡好像意識到了佩佩又反身回來，但是空地的話還是有刀的機會。對，空地還是能拿刀的，因為你剛剛已經暴露過是一個化纖維的天賦。对。被迫外圍再起一台。但有個問題點在於說魔術師這個點位的話，他是沒有回光這個絕世逢生了。對，因為他剛才在墓地的時候倒的一波交過。 所以說，如果開門戰去針對他的話，我可以擊倒先不掛。對，我就看佩佩這一波是怎麼去處理了，選擇先掛一手。那外圍密碼機也不太夠，這邊可以打一手攔截。不過對於吳昕來講，他手裡還有一塊懷表，使用道具應該還是有機會貼到椅子。不過佩佩這裡也是攔得非常靠外啊。如果先給一刀，非常聰明。這樣子的話，哪怕說到椅子面前摇懷表還能救一次。是的。那選擇不管了，直接去外圍去打一手密碼機的控場。那這樣的話，不過赤紅這邊是隊友摸起來了，所以說他的一個自愈還在。對的。魔術師那邊應該也是會過半的一個狀態啊。哎，好像卡到了。給個龍骨弓，給一刀。 這邊應該要選擇掛一手吧，先等一下自己的一個撕裂值。是的，先掛一手。這樣子的話，其實外圍是2個半狀態啊，這樣還有一波攔截去控場的手法，甚至說我可以把人先到中場，然後再放下來，再去追擊。這裡還有個地下室啊。想選擇強掛地下室嗎？主要是來回2波的話，至少佩佩他這邊傳送是已經拖起來了。對。交懷表了，頂到臉上。那很危險，因為密碼機是不夠的。對的，但這波傳送也不好交了。 对，就是這一波，你一定要壓到很滿，密碼機夠了救。如果提前救下來的話，我隨便再擊倒一個人掛上，你的密碼機是着急亮不了。對他很着急，他知道你密碼機亮不了，所以說想趕緊先把大副給打出來。但是這邊一直在扭，我的天，甚至打到椅子一個無傷救。哇，這一波真太關鍵了，因為他救人的時候氣才60多呀。有點着，我覺得佩佩這裡有點處理的着急了。一個飛輪出地下室，沒有打落地刀，那這樣子的話還有個貼門時間。 直接密碼機點開，那邊小門是有魔術師貼的。對，因為他壓的密碼機就是小門那一台。對的。那慈红這邊的話，其實也沒有任何道具了。但轉的這個點位的話，讓佩佩很難快速處理掉，所以說想來管一下小門。對。啊，但阿策這邊使用了一種只要被找到就沒了的。没辦法，他這個位置其實也沒辦法牽制，因為前面的板子已經被用掉了。对，要麼就很早我就拉走。是，他只能賭一波。這波如果說找不到的話，那這樣子時間也可以拖出來。但現在的話就有問題，就是赤龍的位置被攔住了。所以說看傳送這邊應該不選擇交吧，交。可以先去把人趕開，趕走之後的話，我再回去找那個弓箭手。但這一波就看他回不回，不回數的話去排點的話，那赤龍就危險了。是。 因為他很清楚啊，我管魔術師的時候，弓箭手才到小木屋，他是不可能走大门的。没錯，耳鸣已經起了，大概是能盤到這個方向，但是地窖的位置其實就在大推。已經看到了，而且魔術師還沒有淘汰。但是其實這個狀態非常的多了，單板的博弈直接過板。哎呦，这種說我想跟你博弈一下的。对，但是佩佩你小子直接過來了。是的，我反正速度快嘛。對，因為這個單板如果說搏到的話，其實 BB 空間很大。 对，我是省下了跛腳羊跟喧囂歌剧艾維嘛，沒錯。後面的話必扳我一個，但我剩餘的選擇權比較多，這樣可能也會限制到你那個地圖選擇，有一些我的一些角色優勢圖你不太敢選了。沒錯，感覺不選個十字形。十字形的話，對，選個十字形吧。是踢臉最快的。因為因為畢竟邦邦他有個優勢點，他前期我是可以積攢我的雷，他跟跛腳羊有點像，我可以是直接往 中場去走啊，因為是一個先知的位置。對的。那前期應該就是一個比較漫長的一個拉點，因為你身具畢竟是擺在那裡，而且求生也是帶了一個彈射的嘛。這裡想繞一下，還是說要換一下追擊目標？哦，是找到墓地這邊。夢露的飛行家，因為是確定他在破億嘛，所以說過來以後的話，一個2連雷遠程直接給到，因為當時他是預判了這個近板的背包啊。對，然後確實是給預判到了，他所有的雷的話，中間那個間距還比較大，哇，直接這一個半狀態，鳥已經在盯了。是的，那這樣子的話，其實背包後面還沒那麼快續出來，而且這個地方感覺要不
交完背包之後，移形就跟上了呀。是的，就是你的道具这攻击，再连上移形，炸到了遥控，没有赶回，他没有翻回去。对。那这个鸟该盯过了嘛？盯过了，对，叙述第2个背包是应该这么想的，所以说第2个背包交出來之後就沒有去看了。是的。這個擊倒還是比較快的，而且是掛在了地下室裡。沒錯。那中場這台密碼機就要先放掉了。是的。這邊的話，哇，直接上3顆雷。對。給足影這邊壓迫啊。然後打輔之後，要不遙控去搖一手？哎，沒搖到，反應非常快啊！這邊懷表交的。看李寶的這波救援，一個落地刀沒有打到，成功進到地下室，手上的雷不多，所以說這邊救人壓力其實不是很大。先把人炸出來，給了一刀大副，那成功救下之後，飛行家還有背包可以去交。是的，看能不能再多拖一會兒，直接是翻到墓地去。沒錯，自己也是有一個窗彈的。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有26的很大空間了。這波救援其實很成功啊。來的比較及時，對，看一下這邊的一個遠程連，哎呦，這也能連到！我覺得年僅的那個雷好像有點太準了，這有點，就是他對於求生的一個預判，明明前面全是障礙物，但是他就好像沒有一樣，知道你要往哪兒走了。這是延時雷，就是基本上在第1顆雷爆的瞬間，第2顆雷落地了，所以說你對於末路來說，他根本沒有反應時間。對，這個就全看監管預判的準不準了。沒錯，那這樣子的話，其實26的一個完全機會點就沒了，甚至說外面的狀態還給了一個0.25的。是。這樣子的話其實有點危險吶，手上的移形也快好了，這波人掛飛之後是完全可以出去打一手攔截的。然後他一直通緝到了先知的位置啊，先知如果說面對到2級幫幫還是很難牽制啊，就算有鳥的話也比較困難，而且現在大家好像有點湊一堆的一個狀態，就是都不敢破譯。咒術先知都在一起了。這邊的話選擇去找一手大副嗎？手上有移形，也不選擇交先。然後他看到外面也沒人修了，那我不如先過來看能不能打一下狀態，逼一下道具。因為大副的狀態確實是一炸的話就是半血了。看一下2連雷，哎，真炸到了3下，搖一下。天哪，這有點壓力很大。就算你交懷表了，其實這波你也不是絕對安全的。交懷表都炸出來了。因為當時他主要是在必須要提前交這個懷表。對，他當時有點是被連炸2下以後被迫交了。被迫交懷表。對，這個懷表交的不安全的。是，因為你的身位。這個連雷真的是。神來之筆啊！那現在完全局勢不同了，這你必須得救這個人，密碼機是不夠的。而且又再次壓到中場密碼機，中場密碼機好像是64的那一台，一直被壓住啊。而且年僅手裡有移形，我這波很靈活，我可以出去逼你，對吧？我也能回得來，我手裡是有技能的。對的。那看到神墜的話，其實在後面已經貼過來了，你要有在看。說這邊三陣火的話，還是能救一波。因為他剛剛應該是摸過大副啊，所以說攢出來了3層雷。沒有道具其實很難牽制，移形直接交。啊，這邊如果說往大房走的話，甚至還有個掛地下室的說法。對，但好像也帶不太走了。對，你只能在外面倒地。就中場這台被壓住了，現在最大問題就是中場這台被壓住了。就哪怕說我現在二掛大副，對吧？我把往地下室一掛，那你這邊外圍的話，你必須要趕過來救人。中場這邊誰敢修我就打誰。對。密碼機中場這台的話差的還比較多，沒錯。我把人一掛的話，我就可以上來人機同手。對的，就直接去那個追就好了。上了2顆雷以後的話，趕緊上來。那現在咒術身上是沒有什麼咒像的，打一刀啊。那貓貓下去救援。對的，那這樣子的話，把雷去壓制一下這邊進來的一個入口，再下去看能不能給到雷的壓制。但這邊的話，大副已經是一個上掛飛了，打到一刀先知，鳥也沒有交出來。密碼機年僅對於這個密碼機的把控這麼仔細嗎？但是我確實是有一點點開不掉，對，是開不掉。遙控在手上，能收走嗎？收走了。那這邊大副還不敢碰密碼機，對，那先把咒術牽過去。如果大副敢貼過來的話，再追你大副也可以。但外圍先知馬上要交織起了，手上有鳥，這一波有機會給求生者。對，他們可以去，得看能不能把握住。那選擇先去下來掛先知。這邊交鳥了，不能打，這是他們求生唯一的一次機會了。這波鳥一交，把鳥殺掉，那得先過來，先得上來管密碼機了，還是不太夠。94了，看一下，就要拉扯。這邊如果說能把雷全部躲掉的話，其實求生者還有機會。
這邊先知也一直在洗鳥，对，只要其实魔棋子给个擦刀，但是这边狂风雷炸扎到了，给了一个震慑，而且那李宝这边不敢摸呀，这边是有雷的。对的，因为血非常的低，但中枢可以啊，这个红，但是这个密码机能量吗？好像不太够，差一点点，97，直接 K 到再次击倒，97，特別困難，因為其實，哎呀，真的是。其實真的差一點點，如果那個猴沒有解擦，如果說後面沒有炸，可能就真的是差一點點。唯一的機會，其實先知那波自己，他的鳥是唯一這一局的對於求生來的一個陪跑，我可以給到一些強風。是的。那記錄員的對局就完全看一個依次追擊嘛，我們大概就知道他的一個整局走向了。是吧？記錄員追擊雖然說那個，但是我覺得他還不弱的，基礎素質在那裡。畢竟你在外圍玩的話，你的一個看一下，先連個電，是自己在醫院牽制嘛，把醫院的一個密碼機連電之後，又比較有利於自己後面回電圈。是的，這邊的話先去公司要轉點往鳥籠這邊轉，先下板，然後這邊的下板的話是沒有這個記錄的位置的。所以先利用這個板彈。現在對於蘇打來說，才記了第一個碎板嘛。但是後面我覺得凱文可能要利用窗戶了。對的。對，放傳出來，然後再去自己連線的密碼機附近，應該是。這邊應該是。小木屋這邊想找一下隊友的幫忙了。哎。啊，直接給了一刀。對，就相當於幫扛了一下。但是蘇打這邊的一個目標還是囚徒，其實壓迫感還是挺足的。對，前面給到記錄了，想要電砸，但是也不太敢翻的。但是說實話，蘇打這邊抗性是點滿了，所以說這個眩暈的話，對於恢復得很快。對監管來說影響不是很大，而且開啟了一階，那麼也可以開啟他的一個控場的封禁了。啊，板彈出來，再往這邊小門地窖走。這邊的話是一個雙板區，這個板區的話可能就是要吃技能了，或者說甚至如果記錄博弈的好的話，都不用交技能。是，然後這邊有台板，但是卡門經驗也非常豐富啊，直接就拉走了。你要跟我博弈，那我就不跟你博弈。這邊的話再繞一個大模型，這樣子盡可能延緩下一刀吃刀的時間。對，因為剛再繞回來。偷的模型確實稍微卡了一下監管的位置。這裡這個薄板真的薄到，那對於蘇打就炸。是，但有記錄。對。你離開板子的話，那就放棄博弈了。那我就不管，那我就過板打了。那你看總體已經牽制了100秒了，然後等上癮之後的話，也是3台密碼機，甚至第4台都已經在路上，因為他們要卡一下這個破譯速度嘛。對。所以說有的密碼機是不亮的。當時對於球頭來說，可能電也沒有快好啊。對，如果好了的話，那個板真有機會搏一搏。看一下這邊最後2台也壓着，然後記錄一個出刀。再給個記錄刀啊！記錄刀還給囚徒加了一個數。囚徒，對，那無限的狀態還是比較好的。對，那就硬扛了，應該是要選擇扛刀，然後，封窗能打到側刀嗎？側刀打到了傭兵，扛到了。對，那這樣的人形封窗，哎呦難受。首先閃現交了，所以說沒辦法再進行比較好的過窗的一些點位了。這波卡門只要再拖到那台60多的密碼機亮就可以了，讓氣象學家進行一個2救跟陪跑。對，那台密碼機已經70的進度了。那外圍記錄密碼機，那我就不擔心了，我這邊就隨意給你交互。是的，那我在追擊的一個壓迫感就沒那麼強了。對，沒那麼強。這邊把台板一用。對，但前面還有一個雙板區，而且有個板是提前下過的。那太舒服了，這邊的話根本就很難追擊到啊。一個片紅光是稍微繞到了，對，然後氣象那台是能夠亮開過來進行一個2救的，沒錯。然後最後台36、37的密碼機的話，可能就稍微有點難開，因為在臉上，對，能壓到啊，那這台機就要不了了。是的，要打這台，但其實這一局的話，對於求生來說，盡可能還是打到4人開門才會比較好。那就看一下氣象跟傭兵2個人怎麼保了。雙人陪跑嘛，雙人陪跑的話，外圍赤龍的密碼機壓力很大。對，他單人修給一刀很難。對的，這邊還是吹到了。對對。那無心就來鋪一這台密碼機，讓氣象學家1個人陪看一下。來看下蘇打這裡封窗，
封住了，再给一個記錄。有電，但是繞回來沒有，還是能翻。哦喲，沒有隔窗刀，主要手裡技能也沒好。隊友幫忙下板，那這樣只能手踩板。沒太有時間管密碼機。對，這樣的話已經60了。但這裡的話，其實卡夢不太能。哦，有一個強風，拉開非常遠的距離。剛想說不能給閃現身位，然後就發現沒有了。但其實這裡沒有選擇一個人形卡位，我感覺可以卡位的。選擇陪跑，但這樣子的話反而再往前走還行。主要是卡的話，怕你直接越過我閃出去，就扛不到了。繞回來一個落地，那這樣子的話前面應該是還是能接應的。對，還是能接應到這個位置。這個位置的話應該就要卡前面的短板了，沒有選擇，是往這邊廢墟走。先貼着看能不能，你這邊監管不太敢交閃現。哎呦，閃強了，而且。其實他是有預防到的，有回頭扭了一下。是2個人其實在轉圈圈的走路，他们一直是貼得很緊的。沒錯，那這樣子，可以讓傭兵來救，因為這台密碼機不太好守，囚徒可以連電開，它可以，你封不住的。沒錯，選擇掛到地下室嗎？要直接開啦，因為這個人也是個1掛，滿狀態的傭兵，3個護腕完全可以卡這個人。然後進入剛剛交了閃，對，進入條數不夠，而且有個很好的點在於什麼？囚徒可以傳門，對，囚徒可以傳門，所以說你封一個門其實沒用。卡夢這邊的話可以點另外一個門，不着急。而且最好封卡夢，因為其他隊友是傳不了的，只有囚徒能傳。沒事，他在給那邊傳，你看到沒有？就是卡夢他知道你要肯定鎖我們的，下一波你就要鎖我們，但這波的話我先給大門傳，我兩邊一起。對，但是你還在鎖大門。那傳開啊？那2個門就開了呀。對啊，2個門都開了呀，不鎖囚徒嗎？鎖囚徒好一點啊，因為雜技那邊，只要你把囚徒鎖了，他自己那邊也不太好點開。沒錯，那這樣就是一個3跑。對，就一個3跑拿下了，因為這個密碼機開的也沒問題的，囚徒是可以傳門的，所以說開門在上面的話，其實記錄員的這個作用性就削弱了很多。對，有囚徒在嘛，包括說你最後想守那台密碼機，其實也不太可能，因為它也可以連電去，也會有一些被追的風險。因為救人位的話，可能會選在大門或者是人皇嘛，但是喧囂是可以去追一下逃脫大師的。而且看到選取率的話，7次有達到71%的一個勝率，很高的數據。看天兒，然後廢墟的空軍、小門地窖的雜劍員以及女神像的逃大師，然後選擇在了小房的位置。這邊是直接去找廢墟的空軍了。有一個翻窗，這邊對於年底來說，應該大概鎖到了空軍的一個位置。對，就在牆後。那這邊把這個唯一的出口堵住。上到了一顆粘土。對的。2顆球。甚至這個短窗還把身軀給拉近了。對。那前面的牽制壓力就很大了。基本上要在第2個雙重經濟好的時候把槍給交出去才行。但是年景這邊的雙重經濟已經好了。這遠程再給一球，扭一下，扭到第1刀，第2刀，哦呦，沒上到。那這樣子有交槍的機會，直接交。那這一波牽制成功的。對，就穩下來了。對，是成功的。甚至說有可能被迫要交移形，但是這個距離拉不開，所以還好。就等下。再等下一個雙重驚喜。飛輪清掉了，甚至有一個這這局貓猫的牽制非常不錯啊，但這邊的話還是有雙重經濟的輪盤在，現在就沒辦法了，對，沒辦法。飛輪跟道具都已經交過了。如果說清空那一波之後，沒有再上到球，那就非常不錯了。但現在的話也是牽制到了將近3台的一個密碼機吧。外面幸而也是摸了一個機械傀儡的，可以輔助破譯。對。把人挪到了踢牆，這樣解放一下人皇的一個密碼機，但是救人的人也會相對來講稍微遠一點點啊。還行，手上畢竟神刃這邊是有個護腕，然後如果說護腕能貼近身位的話，救人壓力還是很好的。但這裡年景是想去壓一手，一個護腕彈過去，感覺到椅子面前有1刀了，是再來1刀，還是救下來了，打一個雙倒，因為他沒2階嘛，所以少1顆球。對，打一個2階，主要是你換的這個椅子嘛，下來的人沒太有26機會的。對。這波雙倒其實局勢上面就不太舒服了。對，因為畢竟幸運兒的話，他倒地以後，這個娃娃就不能修了。沒錯。給了一個保險啊，直接空中飛人過來了。對的，然後把人掛上。這邊選擇是掛到一手
這邊是有地下室。啊是。让你这个人更难救嘛，而且出来但是不让你换位，对，主要是不让你拖时间。刚刚就是因为一波拖时间，让求生卡了一个很极限的半。对。那这样李宝只能赶紧往这邊貼，放一個迷煙爐。但是身位的話還比較遠啊。其實年景他一直攔在這個迷煙爐到地下室的中間就可以了。因為他這波有說法的，二階完全是有攔截能力。你看這個球上的非常快，再來配合一波，但是成功救下密碼機，還剩一台整的，所以說不太夠。對，空軍的話應該是要被掛飛了。對，現在也沒太有人能夠保他。等一下這個化險為結束就可以了，而且其實外面像信源跟陶德大師的狀態都差一些。對的，還有移形，對吧？對。我覺得這把對於求生者要3人3跑的話，壓力就真的很大了。因為現在來看，密碼機差的也比較多。他半台。啊，感覺就因為那波雙倒，機制完全不夠了，好像。是的，因為本來的話他沒有雙倒，外面是自己本體和娃娃都可以修嘛。而且少了一波換位，我覺得這波年景掛地下室真的是掛出效果了。對。這裡找到了夢露，因為剛剛神追一直是在跑，他可能是想讓雜技給他補一波狀態，但這裡雜技被追的話，他就有點被逼回去了。壓回雙重驚喜的位置，這邊的話逼近身位，先跳球，一個空中飛人，紅球給到一刀，打到了一個半狀態。對。但這個夢露他一直牽制的時間的話，外面的密碼機是比較停滯的，一直沒有人在破譯，啊，就是一個47的進度。我感覺這樣大圖反而限制了 T1的一個破譯。我感覺他們修的反而會變慢很多。對對對，就是夢露其實已經牽制很久了，但是那台10級的密碼機才剛剛碰上。那而且現在星爾的狀態還不好。他位置非常遠，他在很遠的那個位置摸了槍，這裡離李寶壓的那台密碼機是很近的，就對於年景來講，可以直接去管一下密碼機的。對。他也是猜到大概這個人的方向應該是從那邊過來。雙驚喜排一下點位，找到臉上。但這波沒有化險為夷是不太好帶走的。可能再把人給留在這台機子這裡。來刀。有一個受擊加速跑出去了。陶大師的話，畢竟也沒道具了。不過信源那邊也在騎另外一台密碼機了。對。好像又要進地下室了。這能掛過去嗎？或者掛到小木外嘛？掛到小木外的話，也是守住了這個門。對。而且兩個半狀態啊，就是主要是打你這個半狀態來救不了。對。你基本也亮了，對對對，沒辦法。半狀態的人在路上我就給你打倒了，你吃了回光返照都不一定救得下來。但年景手裡是有移形的，對的，他可以很放心大膽的先排出去，看到了娃娃，也看到了前面雜技演員的一個位置。剩下的雙驚喜感覺可以排點啊，找到了。因為打掉娃娃，對，星兒爆點了，那他又知道雜技演員在大門，那就放心去追星兒就行了。對。哦，交槍，但這邊一把槍的話，想救人也比較難，手裡畢竟有移形可以攔你的。甚至說他畢竟是一個化險為夷啊，都沒有窗彈，都過不去。兩個球，空中飛人感覺要倒了。哎，再翻回去，雙驚喜看一下。哦，還是沒上到，那還是倒地。對的，那另外一邊的話，移形過來，門已經點開。沒有辦法被趕出去了，那這樣的話也是完成了一個3抓，也是恭喜季亞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啊！一把6比3，一把6比2啊！今天的話，兩邊陣營的狀態都很滿的。是的，第一回合這個拿下6比3是吧？選擇小木屋的比較少，是沒什麼用。對，像上周的話，星耀夢那手永眠陣的跛腳羊，我覺得還是打得非常不錯的，因為他是在後期的時候通過思路把那局變成一個4抓。沒錯，點位應該封的還是大船吧？看大門那邊有沒有刷一個密碼機。不過這個點的話，其實星源如果要硬翻箱子也是能翻出來的。對，他能夠直接硬翻一個箱子，然後再通過一個。好，進入到比賽畫面上來，進攻者是直接去往小船那邊的方向找星源。星源是直接打點的，
不过小迪那邊是選擇了一手反跑，直接往木屋的方向去衝。有沒有可能找不到啊？這個腳印好像發現不了啊。那找不到了，這還有因為他本身的排點是覺得你會往直線排點，但信軟那邊是直衝地下室翻箱去了。這個耳鳴一直是笑笑才給到的，而且笑笑好像是故意過來卡到耳鳴，你這個回龍也不敢就是說是直接放給了大副。是的。那這個點的話，想要去海邊找一下花瓷的飛行家。花瓷也在藏，但是那個距離有沒有說是露頭呢？好像還是沒能看到，還在找。那這個點能排？對，一個窺視者直接插出來了，回頭一刀直接反應一個蓋板，還是把先鋒者蓋在外邊。而且這一刀的話也是沒能做到一個換狀態刀。对，現在這個位置還有個懸停。哦呦，又一個蓋板，又蓋頭了，上來先砸2頭。每次都差一點點，差點能拿到一個抽刀。但整體的效果，每一次差一點的話，差的還是挺多的。是。這裡4根磚。哎，不過這裡的話也是趕緊加了個懸停，懸停完之後其實還是有機會拿刀的。哎，有一個飛輪反應很快，是真敢操作呀！那一不小心可能就不一樣的效果了。对，你要說這個飛輪還是吃到這一刀，這節奏可能就不太舒服了，因為這大錘你並不好進去。那再交一個飛行器上2樓。是。因為只要上了樓，你這個圍龍就算設置了，你也是沒有辦法直接出現在2樓的。這裡要不要再圈一個圍龍，讓他出去不了那個交互點？準備再放圍龍，但是要架住這個交互點，不讓他玩。同時也是能續出一個飛行器。是的，看能不能再拖掉這個圍龍。只要能再拖掉的話，就還能再逼出一些願力值，再拖個幾十秒時間。啊，拖掉了。還倒的是一個。再逼掉了一個圍龍，其實密碼機也是差不多3台了。對，有了。小迪這邊還摸的是一個娃娃，這個娃娃其實在外就等同於1台了，所以現在密碼機有一個3台半了。這個密碼機很快的，對，拖的其實還是挺久的。是，而且這波的話也是能看到笑笑過來的一個大概位置，看一下能不能去幹點事情。沒錯。別再追。我這裡是過來直接拿到大副的一刀，這一波是不是不太好救了？是的。現在這個大副很危險，感覺救不了了。還有個圍龍，這裡40秒直接一個血打到了。那這樣救人一攔截，反而這個密碼機節奏就會拖了不少。是的，這波的話可以先不打，然後去卡一個飛行家的半，讓他過半，有機會。哎呦，这波卡到半了。沒錯。如果說能再拖那麼一點時間，就直接過半，這樣就直接打了針對了。節奏上能讓仙陽無夢直接奔一個多抓。是的。不過還好是奈奈那邊來的比較及時，規避掉了大副那波風險。看奈奈能不能再幫一下，因為這裡要是能幫的話，幫到大副這邊就能把這個絕處風箏交出來。是的，加上這把的話，其實本來密碼機差的也不是很多。對，回頭一個點刺還有機會爭。求生者現在還是有一個打4人看門戰的面的，因為前邊的密碼機它牽制時間比較久。對，這波的話確實奈奈那邊可以 OB 的再緊一點，再極限一點。對。他甚至可以持刀，對他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的，他持刀的話也不太影響後面有人過來救人。沒錯，所以這波的話他只需要過來硬頭皮 OB 就行。你這個給他設個圍龍，好像作用並不是特別的大呀，有辦法能掛嗎？古董商還是在這裡一架，是的，所以選擇了一波掛遠，掛到剛剛的椅子去。那沒關係啊，換個古董商過來進行救援其實也行啊，大破一直接進行破譯也可以了。現在密碼機是足夠壓的。那其實密碼機就差20。是的，飞行家是沒有帶一個回魂反照，回頭打了2個機關消。哎，他是打出了第3棍嗎？應該是只打了2棍吧。那剛那波的話，其實也是讓他有了一個足夠貼近椅子的說法嘛。所以現在密碼機其實已經是壓好了。就下來，不打算幫忙扛哦，還是打算幫忙扛一下，因為飛行家這邊沒有帶回魂反照，打到了針對，那只能亮了。要試一下嗎？還是說是回頭再打一下機關消？還是直接亮了？3人看門戰，但手上都有道具。你刷古董商，古董商其實也有個反制能力。是的。那的話也是想要往雙11那邊去轉一下。沒錯。哎，這個圍龍是有點問題了，但還能再補一個。先交了一刀，沒能放出來圍龍，因為他在預判對面古董商會翻板，打出一個震懾。哎，這的話有點想要去管一下小門，選擇了切傳送，直接傳送。甚至還有個懷表，只能打一下娃娃。他想要去抓一下這個打機械師的一個爆點，就機械玩偶的一個爆點。對，但是第一時間的話，確實也是還沒能夠拿到小迪老師的刀，來不太及。但在這裡拖得更久，那節奏上應該就更偏平了。
因为希尔现在也没有道具，而且你本身愿力也没有那么多能够赶到大门去。是的，一个飞轮在预判这边一个果断过来拿刀，你慢翻，那就没有办法躲这一刀了。但是那边大门已经是拦不住了。对，那就只能保平。第一局的上半程是双方握手言和。那我觉得 MRC 他们本身选出来了湖景村这个地图，求生者上来能够先保平，已经是比较及格了。对，因为这个地图本来就是比较偏向于监管者的，我觉得相信他们能够选出来这个地图的其中一个理由，也是相信白鹿的多抓能力。是的，就太能接受了呀！本身他飞行家就没有在想要在自己一个主场优势下拿到一个大分，还是得去争一个多。他会带失常吗？不会吧？方面的话是选到了双十一角落，脸上是冒險家跟咒術，那可以直接抓住樹了。冒險家這點位逢源吧。如果說好的，進入到比賽畫面上來是可以先去往中場找一下咒術師，看能不能拿到刀。啊，再順路往左邊可以去看一看，看看有沒有冒險家的位置。沒有打算直接去找，直接開始進行追擊了。是的，還是得去先找這個皮皮章的咒術。沒錯。但這個點位的話，如果你從這個板子先踩的話，其實感覺進窗前可就得交喉了。是。哎，但是18的話，其實在臉上。這個位置不知道會不會往右邊看一眼，這樣能看到可就危險了啊！還好沒看到。那個點如果看到的話，也是直接秒。對，真的直接秒了。因為你這個位置是直接拿一刀，而且你這小木偶板子也用了，再加點。對，這個地方的話，可能也不太好去進行博弈了，一個回速得交喉。是，甚至直接交的是個3層喉，保住自己能進入到另外一個窗口。小船位置準備加點，現在閃現馬上好，還有一個4秒，那這個閃現就可以準備直接交了，因為你現在密碼接的還不夠，直接交閃嗎？想防一下飛輪。一個飛輪是的，飛輪也。那邊也是先交了一個飛輪，然後他再閃的。對的。現在密碼機是不太夠的，看化險梅姨過來怎麼補。大部這位置是不是有點太遠了？因為他是在海側來的。是。中場密碼機他沒有第一時間過來，他也沒有說是着急過來修。但這樣的話，你那邊密碼機一停，我知道你大副大概過來的一個方向，這已經是很快的排到了。對，這有點危險啊！一旦要說這個位置能打到一刀，會跟剛剛的上半局一樣，打個攔截了。是的。而且其實的話，他交表的一個位置，從最開始交的真的是挺早的。是，打到了，直接打到了。有機會嗎？好像能去攤一下這個雙倒，因為救完之後，他這個險形就露出來了。幫忙吼了一下，但是這個窗翻不了，還是得去攤到一個雙倒。然後還可以再利用回速加入一個皮皮章，這個位置有點近，還好那個影子消失。是。這個手裡喉還有一層，能接到窗口。監護者也是直接切成傳送，到時候可以幫助到自己在完成第一個人的淘汰的時候，直接傳送出去找第二手節奏。不過也是稍微拖出來一個化險為夷的時間。沒錯，回速再過來一架，打了一個勾撐刀。那密碼機的話，其實現在還差2台，而且因為大副那邊是給了一個雙倒，壓滿之後，冒險家跟氣象總得有個人過來救，其實只有一個人在破譯。這種情況下，監護者應該也能意識到你大副是交了絕處逢生的，因為在這個時間裡，你就是一個交了絕處逢生的狀態。是的，而且也知道你外面密碼機的一個情況嘛。對。再等，看能不能再攔截第二個人。這化險為夷也還是要盡力去交的，因為已經知道你監護者已經切了個傳送了，所以一旦要已經是發現了18的位置。沒錯，其實不用管冒險家，先打一個針對吧。這人可不能放走。但這個地方翻不了窗，對，所以還是會直接倒。這時候你要是去管一個冒險家，那咒術師可能就要在小船，我能再去牽制一段時間了，局面上就更保一個平局。這樣的話，他們可以選擇讓冒險家去角落找一下大副，是，然後可以把書頁用了。皮皮章這邊很聰明，故意倒一個地下室，這樣你白鹿就沒有辦法走出去干擾密碼機了，你只能傳送。這樣子打下來的話，其實就差最開始大副的第一台海側密碼機。對，白鹿現在不敢直接傳，因為現在密碼機都停了，他怕傳過去之後沒有人。也是給到了大副他們一個去調整的機會。沒錯。現在小白這個跑點還是挺聰明的。是。直接把你白鹿的這邊的想法先分一下。你如果說是管一下海邊，那邊我就可以直接再去挖樹葉，或者說是我去把這個狀態徹底補好，運營道具了。一個3級元，還是吃這一刀，吃一刀看能不能轉一個比較好的點。大船其實也是可以轉的，因為大船沒有地下室。
不过想要在这2塊板子再玩一下，那手里踩了吧。手里这些能量其实就可以省下了，再交云，交了第2次的一个3级云。所以这里的话，白鹿想要回头去找一下补遗产的人。是。因为其實他們的密碼機分布是海邊會架住2台，然後大門還留了1台密碼機。所以你把氣象趕到大船之後，你是可以讓他修不了密碼機的。沒錯。那2個人沒有把這個狀態補好。其實剛剛最好是大副跟這個冒險家把這個狀態補好，然後呢讓氣象在海邊給人一些壓力。是的，不過他們是優先只補了大副的狀態。是。你氣象到時候要是被追的話，往大船再倒地其實就行了。是的，過去的話，其實大副那邊也是一個滿狀態，自己就能踩密碼機。那這樣的話是給到了小白去天門的時間。沒錯，白鹿現在想回頭去掛，但是你要回頭去掛，我就直接亮了。白鹿現在想要直接快速打一個擊倒。抓大門，這個節奏的話得去抓大門。對，如果他要回頭的話，就先抓大門，然後把人架到大船那邊去，讓大副跑圖，跑到小門去，然後再捏這個傳送。這樣的話還是有機會去進行一個3抓的。哦，一個過板刀直接博弈到了。那現在大船那個冒險家跑不了多久，他只能說大概跑到一個海邊靠海側的位置。這就是我為什麼剛剛說你最好是留一下道具，因為你現在要是能留個道具，你在開門戰有一個一定的牽制能力，你給到隊友能牽制到時間。是，加上其實你本身的密碼機進度是夠的情況之下，對，可能不太需要你去交那麼多的道具。他在海邊扛的壓扛的實在是太厲害了。他交的是一個3級的，2次3級就是自己的能量就直接沒了。對。看這裡要不要選擇傳送？傳送是有的，要不要直接賭一手呢？沒有選擇去賭，還是求穩了。他怕有人回頭去救人，他打算把這個傳送留到自己一個可能性的結果。是的，不過其實我們從上帝視角，而且從白鹿的一個視角，也能大概推測冒險家他到就26的時候倒得特別快，沒錯，然後再壓住了遺產。但常規節奏的話，其實還是比較偏平的。看打出來的效果了，如果說是能把自己的一個吸取能量。化險為夷應該還是2個吧，火災應該不會去攜帶2個吧，對，1個感覺有點不太夠。是，不過其實如果考慮到入殮師的這個位置，也可以考慮。好，進入到比賽畫面，上來打算直接去找誰呢？好像是想要去找中場，這邊先開個門。先預判一下小迪的位置，去看一眼。不過小迪那邊是選擇了卡腳印，是的，也是一手反跑，就跟第一局的那個湖景村是一樣的。他又藏住了。是的，所以星耀夢這邊是沒有發現小迪的位置，最想追的那個人找不到。是，星耀夢就是想要找這個白板，因為白板他在牽制雜物商的時候是非常難牽制的。領袖現在也放出來，想找一下奈奈。兩邊人都找不到，也沒有露腳印啊。對，這也太能藏了。那前期的話，其實已經是真的繞了挺久的了。對，這邊藤蔓直接纏了過來，好像是不太確定這裡的人到底是誰。纏了過來，發現是一個花瓷，花瓷的病患。但前期追病患其實並不是一個特別舒服的。交鈎進到窗口，甚至還是直接飛過的窗口，沒有進行任何的交互。過來讓小迪看了一眼。這樣只能轉頭去抓這個小迪了，因為他接下來如果再抓這個病患，你即使追到了他也沒有任何的一個手藝效果。再交一個藤蔓，能躲掉嗎？哦呦，躲掉了。這個話也是直接扭掉。是，哎，過來的話是躲掉了這個碎石。想吸，纏住了。那可以先拿一刀。對。但拿完這一刀的話，其實因為手上有個移形，所以你要拉距離是拉不了多久的。沒錯，但還是成功翻了過來，還能再拖一下時間。纏住了小迪，那這樣就能拿到第2刀。這裡再困一下密碼機，把這個密碼機一困住之後，你現在求生者就必須要跑一下路了。不掛地下室，直接掛在外邊。掛地下室會耽誤自己的一個時間。他現在就是希望能讓你傭兵過來進行救援。第一波要不要直接反呢？不給到傭兵壓力。哦，他想讓傭兵來試一試，相信自己的隊友。那這樣的話，下一波就倒得再遠一點，再反吧。對，打雜貨商大房倒角落，讓火災幫忙，其實這個可能性就不大，因為沒有辦法，一旦開了門的話，千祈九五就直接後邊扭出去了。是的，而且感覺這波的話確實也沒有必要過來幫忙，而且他也本來也不是那種能夠硬歐逼的角色。這邊吃一個碎石壓力會有點大呀，現在還甚至有點極限。是的，哎，但是還是穩穩的救下來了。那這樣的話，入殮師可以直接往大推或者紅毯的角落去倒。可以的，這樣自己的靈柩挪的位置也就更遠。再纏個藤蔓。現在到時候星耀夢借着這個藤蔓，我就快速接近你這個入殮師。
想让监控者掛墓地，还是绕回来了，绕到最里面的那个死角。对，离椅子太远了。哎呦，直接反了，都不给你挂人的时间了。因为你挂人之後，他的一個位置會離他的靈柩更近，所以我就直接反，先把你騙過來再說。因為你掛人的話，其實是牽回來的一個選擇嘛。對。好躲嗎？不太好躲呀，得需要隊友來幫忙卡這個藤蔓了。這邊找了過來，但發現不是小迪，只能是再打一個攔截。小迪自己想要進行牽制。但這裡的話也是發現了，密碼機其實也還差一台。沒錯。故意再貼在牆邊，沒辦法。其實這裡奈奈的話想來幫一下，但是有點來不太及。差一點，這刀要是能扛到，興許還真是能讓小迪能撐到這個開門戰，因為現在密碼機已經就差個6成了。現在人都躲開，大旁密碼機雖說已經修到了一個4成，但是你要打一個最後的運營，一定是不能以一個人皇的密碼機去打一個拉扯的。是的，不過看起來的話，這把還是比較偏一個平，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多抓面。對。現在求生者必須要外邊再去起一台密碼機，想讓奈奈這邊來進行一波牽制，可惜沒能纏到，再進行一波翻窗，想吸個碎石，想趕快擊倒這邊的一個奈奈。但是奈奈的話也是沒有吃到這個碎石。是看這個氣囊，這個氣囊直接彈開，然後把自己也彈開一些身位，再彈開一個藤蔓，能纏到嗎？拐角直接能纏住，能拿到這一刀。不過新的那台已經也在修了一點。是。這過程求生者是接受得了的，因為知道你這邊奈奈能牽制，他也是直接故意倒一個小門角落，也是順路的先把傭兵的狀態調滿了。沒錯。再等騙紅光，拉近一點身位，這時候底牌絕對不能用。那其實就差20的密碼機。錯，再吸，騙到了，能拿這一刀，密碼機壓不了，還能掛。那其實也還是可以再救一波。是，讓冰幻來吧。冰幻這邊是一個滿狀態，到時候傭兵我是一個，到時候開門戰之後是滿狀態，他也能給到監控者一些壓力。來吸，一直吸了碎石。這個碎石最好現在就不要用了，它用在哪裡呢？用到最後你看密碼機，我一直炸。如果說是有碎石我都能中，我能直接打到一個開門戰秒前起的一個節奏。省，仙無夢現在就是騙拖時間，還是把碎石交了。那邊這波的話其實也是沒炸到的，而且還直接救下來了，打到了火災。打到針對，那就得依靠自己的一個藤蔓了。那如果說你現在火災往大推那邊去追，你還要追的話，就會離小門就是有點把小門讓開了，所以他想回頭交藤蔓去交一下花瓷。花瓷這邊的話還有一個鈎，這個鈎不太好纏啊。先交了碎石，但這個碎石交的好像有點遠。鈎子再一交，直接預判板子，哦呦，反向蓋板了，直接打倒了。是，而且手上也還有一個移形。那門能開呀？那已經8成了。奈奈也有點走不了。對，直接把門強行開掉，然後自己先彈開，這樣是能先給到奈奈這邊去拉扯一下時間的，能保護到奈奈。因為只要傭兵不走的話，你這個耳鳴，你就算是能盤到奈奈，你也不敢直接就是離墓地太遠。而且他也是有點擔心奈奈那邊直接過來去救病患。對。所以反正你門都開了，我已經是攔不到你傭兵了，決定說我先移形回來。是的，那這樣第二局的上半場又再次完成了一個平局。驚嚇標記的角色。就我也不是擊球手，我也不是說是一個前鋒，我必須要保持一定的一個身距，對吧？我就遠距離我就一直在那裡瞄着，對吧？比比古董商，其實這個角色我還不需要那麼綁定在椅子的附近，我只需要我打得準。的弓箭手，墓地點位，看會選擇去追誰？會選擇直接去找這個。好，進入到比賽畫面，上來是想要去往紅毯找皮皮章。那皮皮章好像還在紅毯待着呀，想利用這個牆體去躲一下。但雙重驚喜這個位置是已知的，能好命中啊！是的，這是遠程上到了一個，哎，一個氣囊躲了一下，先清掉這個氣囊。是，其實這樣的話，氣囊利用率會有點快，因為你現在過不了多久，他第2次的雙重驚喜好了之後，你必須要再一次的依賴這個氣囊。這氣囊要用了嗎？得用了吧？沒用，已經是上到裡，哎呦，直接是引爆掉了。是的，這裡還甚至再彈了一下粘土，又給到了一層標記。
其實上鏡像標記的速度，我覺得還是有點太快了，很快。這就是剛剛你位置離得太近，再加上這個氣囊也會丟的有點比較快的一個移形過來，而且這一波的話還沒堵到啊。氣囊給自己堵住了，有點。現在還有個藥廠陷没，要直接轉嗎？在預判，等着對面飛輪防了一下，然後再擊倒。那密碼機的話，其實才3個半台，而且這波的話可以去干擾小門1號的密碼機。是。小白這邊是只能接着進行破譯，等自己的隊友過來先給個化險为夷了。但現在氣囊都已經沒有了，全部都解決掉了。那這樣的話可以直接去找小門1號了。對，反正那邊2台都已經在破譯。要不要現在給他先上個標記呢？想先攤雙倒。白鹿現在想要等這個飛行家嘗試着雙倒。那飛行家那邊是直接交飛行器過來了。對，不太好攤吧，甚至這個狀態都不太好拿。想硬拿，再打。一個繞場陷没，飞輪躲了。這個反制打得非常好啊！是的，這飞輪現在把這個所有的用處都已經給用上了。現在想倒到角落去找弓箭手吗？收益是没有，压满翻出去了。这里弓箭手來了嗎？弓箭手好像在小推，沒來。是。弓箭手沒來，枯草來了。枯草想要過來去卡一下位置。想過來再給第2次的化險為夷。那麼現在其實給出化險為夷之後，其實甚至都不要 OB 了，就直接修機就行。要爭嗎？看有沒有機會爭吧。是的，因為現在小白，你如果說是想要打出一種要爭的打法，或者說想打出一個4人開門戰，就自己一定不能 OB 失誤。你要一旦 OB 出了事情，這個局面就能讓監護人又抓了一個多抓面。這還要想要去攤一下傭兵。是的。白鹿現在想把自己的局面能再擴寬一點。那趁機火災的話，是把中場的密碼機給他開了，沒有故意倒在一個中場。哦，想試一試。那麼弓箭手應該就是在應該是再來了，已經站在一個中場來了，再等，給到壓力。先打中一發核心，拖一下時間。但其實密碼機差的也不是很多。弓箭手那邊再補了一下，白鹿要這樣去賭嗎？這樣的一個撕裂程度的話，足夠他能再上到第2發呀。只要能打中就行。放下了99的一個撕裂值，但你這樣再牽起來的話，核心就比較好打了。再打中一發，是打下來了。是，那你重新得上鏡像標記啊。甚至還幫忙卡這個窗，來得及嗎？還好這裡的話是打到了，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壁弩，你還得接着等啊。接着還有一個4秒、3秒、2秒、1秒，這一發就很關鍵了。如果說是能打中的話，看一下小白能打中嗎？哎呦，沒有打到。是白鹿這邊一直左扭右扭，然後把這個箭給躲了。其實只要最後的那一下，對，有了就4人開門戰了。是的。那現在的話想要去找一下18，但18那邊你還有2個飛行器。現在能去拖，然後監護者這邊帶的是個移形嘛，所以說他沒有辦法去攔到小門的位置。飞輪躲，想規避掉這個印記的傷害。那小門應該是攔截不到了，然後這地窖18也走不了了。是的，而且本身18它牽制的一個位置也是在大推方向嘛。对，所以你在這裡就算沒有牽制多久，你移形的距離門也夠開了。是的，這樣的話就是一個穩保平局，雙方再次打平，好評如潮。真的好評如潮了，是的。那雙方是站了一個第3局。第3局現在又回到這邊的一個主場了，主場選地圖能夠去爭多抓的。對，但這個角色是比較去爭平的。對，使徒的話其實思路上面是一個平上，他也不太能不能追着直接去找這個桃油大師。但這個點的話，可能空軍那邊應該選擇先牽制，然後交槍轉醫院了。對，而這口能不能進？如果說是能直接。進入到比賽畫面上來是直接先放貓，拉近一些身距，直接是跳向一個小蝶的位置。是的，小蝶那邊是直接選擇了進醫院。对，進入到醫院想要反手一個架點，拉近身距，確實不過這個地方的話，其實身距有點太近了。是，甚至可以直接放貓了，要不要直接拐角交槍呢？選擇了先交貓，這個點位容易騙。對，而且這個點的話，踩完板感覺有一刀了。來一劫，不敢交槍，容易死他。對。哎，這個地方的話特別容易就互相抵消嘛。這第一刀拿得快啊！即使你外邊有個球，哎，這裡的話又繞到了身位。是，球都在臉上，這裡也不願意幫忙墊了，因為即使墊了，你這個身距也拉不開。他只能在這裡。現在的話，只要等只貓就行。這貓沒能咬到，但是他能接近，把這個槍直接逼出來。
槍好像不願意逼了，直接幫忙交個電吧。對，再幫忙下個板子。還得下板。是，小迪就能直接到了樓上，還能再2次電。電一下。放猫。这个地方的话，想要回頭追一下奈奈，猫還是沒能咬到。我覺得還是追小迪可能會更好一點。對，只能回頭換追了。而且他這波是把囚徒也是逼離了醫院的位置嘛，沒錯。那你續上下一台密碼機其實要稍微花點時間。是。等下一隻貓了，下一隻貓咬到之後就可以直接交移形了，那就可以直接交。槍直接過來，沒能看得出來。關鍵好像還是這個飛輪沒能交得出來。這個飛輪如果說是能拉開，就能把這個槍交出來了。那這波的話是選擇雜技先過來，換個位置，換廢墟中間，比較好救援。空軍這角色他比較耐做呀，是讓淘淘大師來還是讓雜技來呢？讓花刺來，也就是雜技。雜技先過來給個一手，花血沒移。這密碼機其實有機會去打的，因為囚徒密碼機在外邊破譯的話，有一個觀眾效應，其實密碼機快啊。就看這個救援能不能不雙倒，不雙倒的話，現在淘汰進度條有點極限，我不打了呀，我就卡着，這樣的話你要過半了。要過半了，卡的實在太極限了，肯定過半了。那這樣槍就不得不交了呀，除了他之外的話，只能就是指望淘淘大師了。這裡的話想讓雜技去把我們卡住了。但你交了槍之後，其實雜技如果不幫忙，他可能也拖不了太久的時間。對，看一下這裡拉貓過去，哎，是小迪那邊已經是提前跳下來了。鳥籠翻出來，需要有隊友過來再幫忙補個土球嗎？想過來再拖，他想把剛剛那個盔面再給他去爭回來。是的，但感覺這個陪跑目前還沒能看到效果。這土球還沒蓋到。那就幫忙再次堵門，這個門一定要堵住了。這一次就堵成功了，終於是堵住了。是，換島都行，因為剛剛那波直接卡過半，實在太虧了。是，而且在化險為夷的那段時間，其實雜技他的一個幫忙也並沒有說給到特別多的效果嘛。沒錯，所以你還是得再去幫這個空軍。是。但空軍現在不太好撐，因為接下來一隻貓直接咬到的話，它就可以接着跟移形。如果說是沒有辦法拿到這個穩定眩暈的話，而且密碼機的話其實差的還是比較多。如果說你單靠個人牽制能夠牽制到密碼機壓好，我覺得還是比較難的。飛輪躲一刀，然後再接個移形，那這個位置還是沒有辦法躲掉下一刀。對，不過他這個牽制的話，其實已經是彌補了剛剛那個過半秒救。對，就有點虧，因為剛剛如果說是雜技能保證自己的狀態不雙倒的情況下，這局面其實有機會打一個4人開門戰。對。現在淘淘大師還有一個化險為夷，依然有一個打開門戰3人3跑的說法，因為淘淘大師他是能避免吃這一刀我直接被擊倒的一個情況。現在直接亮。對，大門現在在開，旁邊有地窖，先無夢想要先看一眼，然後再去針對這個大門，不知道求生者願不願意以這個大門做文章。不過大門的話，因為是奈奈的囚徒，所以在牽制上面可能沒有那麼舒服。不太想嗎？感覺求生者現在好像想先保平為主。哦，奈奈這邊可能是想要再踢牆，這邊牽制，到時候牽制到人皇，到時候再利用這邊的一個轉移術，把自己牽到一個人皇，一個化險為夷走出門。哇，那這個的話，劇本寫的就比較遠了。對，但能不能實現呢？確實也是往這邊掛的。這小門那邊的話，已經是在點了。我覺得掛大門可能會更好。這轉了呀，換到一個人皇的位置，這只要能救下來，其實就能走。現在就看笑笑了，西安烏夢現在也是手握一個3抓的可能。是的，哎，先一刀反手蓋板，是的，這波人就能直接救下來。接下來的貓一定要趕緊先解除 CD， 看能不能先眩暈住，攔到一點時間是一點時間啊。是的，這裡的話雜技還幫忙，這裡先卡位，一直在卡，但囚徒有飛輪，這個飛輪還能彌補一些時間了，把貓直接給電了，這樣完成了一個極限3跑。哇，前期出現了一些救人上面的，但雜貨商確實在醫院裡面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的。是。哎，仔細想一想，這個陣容的話，好像沒有幾個能真正的說是能克制到雜貨商啊。就是看牽制，他能追。對，那個地方特別能追。是。3板那個點位，不知道求生者會不會着急破譯，因為這個點位實在太危險了。誰在這裡破譯，基本上都是要吃一刀才能轉走。那你一開，好，進入到比賽畫面，上來監魂者是可以先等待這個位置，先去吸一下
地上的能量把这个藤蔓给吸出来，想找废墟的杂技，他好像料到杂技这边是带了化显微仪，又藏，能藏住吗？这次好像藏住了。哎，不对，没藏住，没完全藏住。那这样藤蔓的话有机会缠吗？不敢缠，他怕能直接跳进一个板区。不过皮皮刚那邊是選擇了來木屋修機，這干擾的人有點多了吧？反正就直接換抓，找了一下皮皮章。是的，你現在的話給機會，我肯定就攤一下了呀。這位置得換了，不換的話就會拿刀了。先碎石打斷，砸了一個頭。但是你下一波如果纏住還是有機會啊。對，這邊再吸一下能量，藤蔓直接用了，直接躲了一個門後。但這個地方。還是能有刀啊！又炸斷了，直接給秒了。你躲在門後，雖然說不會被纏住，但你出來呢？對，你出來去哪呢？你直走還是往前走？前還是後？不都一樣嗎？這個交流有問題啊！你哎呦，甚至這裡還掛的是個地下室，那節奏實在太好了。這樣問題就出現了，你誰來救呢？你雜技過來救，其實他也有點費勁。我覺得這個交流問題實在太大，因為你現在從一個人皇的點位，你跑到一個小木屋，你跟自己這邊要牽制的人重疊了。對，而且我覺得他們可能也是，就是有一點兩邊都沒想到吧。對，因為沒有想到說白鹿可能會去廢墟追一下雜技。是，哎，甚至這裡還看到了能打落地刀，差一點，還好幫狗咬到了。啊、這狗放的好及時啊！這狗要是說是沒能放得了，就打一個落地刀了。但現在淘汰進度條有點極限。對，再出一刀，沒能打到針對。一個化顯微儀先救走，給到小說家的一個2次牽制的能力。但現在白鹿他其實是沒關係的，他隨時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底牌給切了。這裡也是騙到了一個換位，再拉開距離，再讓自己的隊友幫忙卡住。是的，其實可以換掛。要換嗎？不想換。換的話，外面有個心理，可能考慮到這一點，有點不太想換。哎，在臉上沒拉開，他在預判對面放藤蔓。誒，那這樣隊友幫忙扛刀，給到的機會就沒了。是的，那隊友還沒起來呢。對，你隊友還在板子那裡找另一個隊友去摸一下。這化顯微儀也浪費了呀，甚至這裡還開了個重擊之托，方便打一個落地刀。這雜技救的人壓力更大了呀。看枯草怎麼救了，必須要現在兩個人一起來配合。是的，這裡的話想當面進行一個移情，先炸斷，炸斷了。這裡再打一個重擊之托。來得及嗎？圈是能開，但人不保證能活。活不了，不太好活。再交一個球，甚至這時候還可以切底牌的，看移形能不能有機會交。你位置夠近，他就可以直接切成閃現。他們那邊是選擇了一起陪跑，就郵差也過來，雜技也過來，最前面有一個皮皮章的小說家。問題在於沒有 OB 能力呀，你一直幫忙扛，只不過是拿自己的一個狀態去扛。差一整台密碼機，對，而且還有2台要補。這裡又再次纏住，直接又一次擊倒。18沒有辦法再幫上忙了，只能就是說是回頭趕緊去補密碼機，看能不能嘗試爭出一個3人3跑，或者說是打出一個平面吧。我覺得趕緊修吧。是。因為你中間這2波其實真的是花了特別多的人力物力過來去陪跑，但是也沒陪跑出來效果呀。對，因為你沒有 OB 位，你拿自己的狀態一直一刀一刀的扛下去，監管者無所謂啊，因為你密碼機外邊差得多呀。你倒下去一直倒的話，你絕處逢生會被浪費的越來越多。是，而且這把的話，其實白鹿它的一個碎石交的特別好，是，所以導致說中間很多節奏都是靠碎石搶回來的。再交一次碎石，把心理的狀態先削減一次。再捆翔沒能捆住，刀氣差一點。再想要控住這邊的一個板區位置，給到沒打到。密碼機的話現在差半台，但心理的話其實你就一直抓就行了。沒錯。如果說你開門戰抓心理的話，其實也保平了。對的，白鹿這波傳送他是想爭一波多抓。對。他如果選擇傳送的話，肯定是衝着這個多抓去了嘛。這藤蔓能用了呀！來了，拐彎一個藤蔓。對。很大限度，在一個困住位置，這裡吸的稍微有一點歪，不過也沒關係。但是還是要倒地的。跑，對，再次掛上椅子，廢墟密碼機直接控住了。枯草外面還得再興起一台。是，枯草的狀態雖說現在滿上，但你救人壓力其實還在。位置實在是太遠了，甚至他也沒有絕處逢生。球現在是交一顆少一顆。是的，這其實前面陪跑的時候
已經是交了好幾顆球了。你後边甚至这裡還直接發現了，把自己的球成功直接逼出來了。這裡先打一刀，手上還有一個藤蔓。是的，這裡的話感覺可以交藤蔓過去纏。窗戶能翻嗎？我怎麼感覺有點極限了呢？先交了一個窗口，但是位置好架住了呀。过半了。对，這裡2次西门根本過不去，而且他還在板子的那一邊。對。直接給架住，那再完成一次牽起來，再掛上一個狂歡之翼，可以直接去找這個皮皮蝦了。皮皮蝦點位現在也都是已經知道的，不管你亮不亮密碼機，你的點位都是在暴露在监管者的視野裡。現在密碼機不敢亮，想要去爭一爭，看能不能走這個地窖。地窖位置好像是在雜技的臉上。現在他就先盘大房到底有沒有耳鸣，如果說是沒有耳鳴，那你的點位要麼在女人箱，要麼在大明佑。主要你再怎麼說，現在已經是拿下了嘛，是，所以对白鹿來說，其實也是先排人就行。沒錯，這裡先交一個藤蔓嗎？或者說是可以直接傳送，因為這個位置你不在這裡的話，你肯定就是在女人箱或者廢墟那個點位了。不着急，慢慢等，直接廢墟傳送，預判到了臉上，在臉上，直接猜到你這個點位了，再出一刀，現在就差1/4。那你藤蔓就好了，藤蔓就過去了。對，藤蔓只要能纏住的話，碎石就能直接收走。現在手上還有個碎石，直接一個預判炸，沒能炸到，再出一個平移刀，飛輪躲掉。然後這地方也可以去封掉皮皮蝦的一個走位。是，那這樣的話也是直接拿到一個4抓，也是可以再次恭喜 MRC 贏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MRC 的話，確實他們在今天的第3回合是直接拉了一個非常大的分差。是的，帶走化險為夷，對的，這樣的話應該會更穩定。哎，是的 ，C3 突然選出來雜貨商之後的話，不管是古董商還是木偶師，哪怕說是這邊的冒險家能找到，都是可以進行追擊的。他不用挑，說是我一定要去追哪名求生者。沒錯，古董商位置不騙一手，騙雜貨商去大船，可能是想打這個反心理。但是如果說冒險家就在小船被發現了，他還是有機會能夠躲起來的，就選點被發現了，但是你人不一定會被發現。對，因為這個地圖這個選點的話，它是有一個小船可以把視野給阻擋一下嘛，所以你要在開局第一。得先來一個自然交易，然後再往雙11走，還是想嘗試能不能排一下冒險家的位置啊？對，順道排一下。哎，但是好像隔着千里之外看到了冒險家的方位啊。對，感覺是看到了。哎呦，直接招不過來，就貼臉了。瞬間被發現了，那開局第一刀給的很快，而且說你進到前面的雙11也不一定好牽制。而且你這裡帶的是化險為夷啊，單化險為夷其實還是比較難牽制的啊。這裡充能好了，開一個門，再震一下，很精準，碎碎安，精度很高。沒錯，第2個碎石也在手上了，一個博弈，怎麼說？再震一下，直接過板，這已經溜不了了。直接擊倒，開局39秒倒地，哇，這個擊倒節奏非常快了。我覺得主要是他在從雙11往那個大石頭走的時候，好像雖然是變小，但是還是被暴露了。它是一個空地的範圍，他應該去找個掩體的話，可能他關鍵這樣子，你空地出現的話，他是有可能說被監管者直接肉眼看到的。对的，那這邊求生者是讓古董商先來刷第一波化險為夷。哎，一個雲門過窗是想防一下碎石，血線還是比較多的，可以再卡一會兒。沒錯。這裡碎碎也不着急啊，充能弄出來一個自然交易，然後打一下，這一刀直接打，因為已經斬不到下一個碎石了。哦，那救下來之後還被小小卡位了一下。對，那這樣的話，古董商也沒有保的必要了，是狀態很差，只能往外走。那利用這個化險為夷時間稍微倒到靠近大副那台密碼機吧，這樣子第2個化險為夷不至於那麼難刷。沒錯，而且也代理小船的遺產嘛，小船應該是古董商一會兒可能要開的一台新機。把人掛進了大風車，這個位置一花也已經貼過來，不過一花被通緝到了。是的，那這波救援壓力還有點大。藤蔓攔截，捆到了。這個地方表示沒有那個範圍的。是的，這樣一炸一刀，而且移形有可能救不下來，5秒鐘，怎麼說？直接交移嗎？還是穩健了一點。是的。那這樣有驚無險吧，也算是成功把化險為夷給拿了3/4的一個狀態。對。對於碎碎來講節奏很不錯啊，因為他下一波把冒險家掛上，又有一個通緝，他是可以底牌直接切傳送去針對外面剩下2個1/4狀態的求生者的。如果說是直接通緝到，不管是大副還是古董商，那求生者的牽制壓力就非常大。是的，關鍵這是湖景村啊，這張地圖需要補的密碼機實在是太多了。呦，通緝到古董商了，古董商的話，要不大船下面切船，直接傳了，傳到了船上。
他这一波就算没找到古董商，他迅速把木偶师给打倒，其實也是賺的。這邊牽制量也是很大，再開一個門。對，他假動作沒有放那個碎石，騙出了路易，很舒服。在翻窗的時候，路易還沒結束，所以木偶師這一波也不虧。對的，那再開一個門，還可以再攢一個碎石。是的，所以又騙出一波路易。那大龍也是直接進板啊！你騙我的話，我就往前走嘛，拉一個更遠的身位。只要再預判一下炸到了，在前接上藤蔓能捆到嗎？是的。哦，捆到了。這也能中嗎？太能繞了。那現在木偶師上移的話，其實求生者就比較難救人了。對的，而且你的化險為夷是全部都交過了嘛，並且你的大副這邊是一個3/4的狀態。沒錯，這波排的方向是對的。但看一下碎碎安會不會繼續往前走？表已經交了，哎呀，確定了大副來的方向，密碼機完全不夠啊！想用藤蔓預判一下大副的位置，對他拉遠了，然後防止這個大副咬2段表。不過好像大副還是沒咬到這個2段表啊，所以藤蔓想針對嗎？哇，這個再拐回來非常久啊！對，但他再拐回來的話，他其實是沒有拐到大副身上的，導致給了一波大副的無傷救。那下一波大副還可以再來操作一下的。是的，但是下一波會沒有懷表嘛，就可能更考驗大副的基本功一點。是，必須要走位躲碎石什麼的。再交一個藤蔓，預判拉過來失去，所以沒有勾到。對的，但是木偶師這邊也是一炸倒的狀態，也牽制不動嘛。對的。那現在窮者的密碼機還是很難補啊，雖然說有4台很多的進度，但是木偶師這裡不一定能撐到窮者繼續跑圖跑完了。這一波的話，可能就要考慮不要救了，讓少天開完密碼機之後，在雙11進行一波卡爾明。是，那這裡你雙11開掉密碼機，其實雜貨商就立刻會往你的臉上方向去排了。能夠快速擊倒古董商的話，這把是直接奔着4去了。還好說是少天這邊撤離會比較快啊，沒有留下腳印。對。但是碎碎安其實剛才已經排到了，他自己又回了一個頭，他覺得其實不對吧？因為你是大船上開的密碼機啊，所以這一波碎碎安是很可以主動出擊的。還是謹慎，你們先把木偶師淘汰的話，場上還差，雖然是表面2台密碼機，那這還有很大的控場機會。是的，而且有個伏筆，就是少天他是沒有帶回光返照的。那如果說碎碎安這一波排到了少天，也是排到了一個藤蔓交過來趕路，對，手上你有碎石，古董商牽制壓力很大。是的，窮者就算把密碼機給破開，少天也享受不到這個回光返照。再交一個藤蔓，能捆到嗎？飛輪反向頂，但是反而被拉進了身位。先打一棍，1/4的狀態，第2棍也沒打中。看一下一個蓄力刀，接擊倒。那這樣子的話，最後一台密碼機也開不掉，只能說是古董商和大副這邊打一波拉扯了。對，而且是一個海邊3連啊，確實是留下了一個3連，這一波應該不會掛的。趁這個時間先摸個箱子補充一下道具。對，舉到3連中間，然後放下來，再慢慢去排吧。吸了一個重金之托。最後一台是這一側海草。哎呦，一花翻了2根鎮靜劑啊，那有點難受了。是的，對於自己的牽制來說不是很有幫助，而且也不能幫助自己去壓一下烏鴉。對一花來講，越遠離這個3連，他就越容易暴露。對，再往前走的話，大副的耳鳴就要出了。是，碎碎安應該也是能鎖定到這邊一花的位置的。已經被看到了，這是一個藤蔓，先把大副給逼下來。那古董商交出自愈，想新開一台木屋的密碼機嗎？他應該是先去消一下烏鴉，然後再往海邊小屋走。海邊小屋是86的大遺產。對，但是他也不太好去把那台密碼機直接通掉，因為碎山這邊手上還有傳送的。是的，雖然就是在等，他看到密碼機一抖動，他就會立刻傳送過去，直接開門，看一下密碼機碰上了，那就直接傳送了。古董商這一波沒有飛輪，只有1點機關消，而且自愈是交過的。打倒的話就比較難受了。再交出藤蔓，能捆到嗎？往外拉，選擇拉近身位，重金之托給上。但是子哥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那還是要被擊倒。這樣子的話，古神交出了自愈，那邊大副手上的手持物是一根針。他要去搏傳下這個地窖的話，得看能不能說是讓古董商把這個血條給留完才可以。是的，因為他快要留完了，所以碎碎安這邊選擇直接把人給掛上。現在大副3/4的一個狀態，還是有機會跳地窖的。機會點給到這邊的一花，但是他得把這個耳鳴藏住，不能說是讓碎碎安第一時間定位到他，否則的話還是很難走這個地窖的。沒錯。
所以雖然也有一手用自然交易去封住地窖方向的這麼一個操作啊，但是這邊是不是看到了一花的位置啊？好像是嗎？哎，應該是看到了，不然不會這麼篤定的走過來的。对，因為海邊這片區域它視野非常開闊，對，在中場附近就可以留意到這側的求生者的。哦呦，這裡是把藤蔓當小丑的劇騙了。他是假裝要從板前面穿過去，實則掉頭回來再勾你一個下板的大副。他這一波太聰明了，非常高啊，是不太好去防這個巡視者的。主要是這邊气象學家有一個暖雨可以調狀態，並且你的守墓人是比較克制夢之女巫的，而且路易交出來去抵消你的一個寄生刀，也是可以打一波反心理嘛。因为正常來講，可能小船那邊的箱子會多一點，方便迅兒去翻箱子。對，東玄這邊選擇了小船外，臉上是木屋的牧師和小船的氣象學家。這一波應該會奔着大，所以選擇是直接追承載。那承載在雙11這個位置其實還是挺好牽制的。對，他可以利用地形進行一個層雲飛躍，包括他帶的技能也是一個飛輪，比較好卡狗。層雲上小船對於他來講牽制空間還是比較高的，但這個地方，哎，哦呦，但層雲被打了下來，這不太對了吧？他應該是能夠感覺到這個原生來的方向的，因為你寄生附身到雙11裡面，它原生一定從反方向來的。是的，畢竟層雲有一個抬手嘛，所以說可能要提前起飛啊，才能打斷。這波真是血虧中的血虧了，被迫要捏一個強風，然後再保留第3次的氣象瓶使用。這裡放狗應該是可以直接秒掉了。有沒有機會拿一個原生刀呢？應該會吹原生，被迫的逼你用寄生來打。那這邊還是有機會拿一個，還有一塊板子可以卡，看一下怎麼說，沒有抽到。那飛輪剛好也好，可以用來頂掉最後一口嗎？飛輪卡掉了，頂掉了，那可以成功進板。進板以後再畫一個大層雲，直接上小船。這一波牽制等於是把自己盤活了。對，一個非常極限的2塊死亡板區。而且東玄當時也是想着貪一手原生刀，你看就是成功飛出來了。对了，就是他剛好用自己的飛輪頂掉最後一口。東玄如果說當時用寄生直接拿刀的話，其實承載是牽制不了這麼久的。對，他可能想擴大優勢吧。如果說是原生能拿到這一刀的話，他就有更多的控場機會。但這裡，哎，這裡被反繞到了，有點不太應該。其實你確定寄生在下面的話，那你就直接跳下去送寄生啊，對吧？你這時候不僅沒有送到寄生，然後給到了原生刀，還把寄生保留了。不過這個牽制時間還可以，就看這邊男怎麼進有。只能說是可以做得更好吧。對，只能說可以做得更好。那看一下男的這波救人，也給到了救人位一個寄生啊。現在對於求生者來講，外面的寄生會比較多。對，血線還是比較多，可以再卡一會兒。一波拿刀也沒有搏到震懾。對於東玄來講，道具了，是的，哎，想追一下雙倒，是的，想追一下雙倒。底牌是好的，鏟子極限蓄出來，而且寄生刀。對，那這一波就不虧了，把男的寄生給消掉了。對，那反而是東玄這邊的話，局勢可能有點不太利了。哎，他要硬追這個雙倒，原生已經切成閃現了。但是這樣不虧啊，因為木偶師那邊還是攜帶化險為夷的，他們是一個3化險。而且氣象那邊是有可能自驅驅掉的，看一下來得及嗎？氣象的自驅是達到了1/4左右的一個進度，閃現。那這樣子過去的話，再給氣象學家補出來一個寄生。他想來一波雙掛，對，守墓人跟氣象一起掛。守墓人那邊應該快到椅子邊上了，不過你這個寄生是寄生到了外面，那這一波是掛不了氣象了，而且搖了下來。他想用這個寄生回來打守墓人，搖下來的這一手啊。但其實我覺得守墓人不是重點吧，應該重點在於讓這個氣象先2掛，這樣的話可能。你看，這樣氣象學家救出自愈的話，可能又丟失目標了。對，你雖然說把氣象給架在裡面，他就算被你打倒了，沒志氣了也沒關係，因為求生者只差最後一台密碼機，東玄已經管不了求生者去破譯最後一台密碼機這個事實了。對的，那這樣子的話，還有化險為夷沒有交出來，守墓人這波就算紅圈了也沒有關係，倒就可以了，直接掏，然後把自己跟氣象2個人互相拉開一個比較遠的身距。特別是承載那邊，承載的寄生已經沒有閃現了，他是比較難被擊倒的。對，那然後迅兒其實可能也不太能牽制動，他就盡量送一個寄生就可以了。對，你雙信徒來包夾我沒關係，我可以接受，對吧？我只要送寄生，然後讓救人位更舒服一點就好了。不過東玄這波還有機會，因為最後一台密碼機他們選擇起的是海邊。是的，這裡一個閃現想打殘血的狀態，蓄力刀也沒有拿到，這邊有呼喚，可能拿不到這一刀了。对，而且倒的一個位置，我们看一下守墓人的位置，在雙11那邊，其實拉扯的還是比較遠的。但東玄是用原生在控，
那这樣子掛回去的話，海邊那台密碼機還是會被壓住啊。對，導致求生者現在有點動不了了。守門人搖下來，那現在求生者要不考慮木偶師去破譯角落的密碼機，然後讓幸運兒來救這一波人呢？不然這樣不是辦法。原生壓在海邊，那裡海邊永遠不可能動的，要麼就讓承載趕緊去角落去破譯。承載決定破譯木屋這台密碼機，但是還是有信徒可以守到的。是的，但承載那個信徒應該是壓好的，應該是自區壓好的。就看一下木偶師這波救下來，幸運兒可能得幫忙保一下了，去搬一把信號槍之類的。那這樣子密碼機就處於一個稍微有點停滯的狀態了。是的，說是見縫插針，看看能不能趁這個空隙，東玄七信徒的空隙搶一下密碼機。對的，這個地方原生再次趕回到了小木屋，那海邊就開始修了。反正兩台互相拉扯嘛。那這邊血線很極限啊。怎麼說？交了一個路易，直接強行掏，打針對刀，打到了。密碼器不夠沒有關係，感覺可以賣啊。感覺這個人是可以給的，這個人可以給他們只需要跑一個，可以。只需要跑一個，這邊強行過來，那邊自驅，這邊是有閃強驅掉了。對的，但還有一個信徒失據頂了一下，但是9折的密碼機，兩個人還可以爬在一起，沒舉錯，密碼機要通電了，求生者小門是可以貼的，那大門一個，小門一個，中間一個，公式化跑一個的一個戰術。那邊小門已經在給壓力了。東玄現在已經沒有底牌了，所以他不太好去管住兩個門，他感覺只能留2個了。哎，又被世巨擋了一刀。是的，就是你現在把木偶師打倒，然後再留一個，因為你不太好去管住小門那邊了。但是他兩個信徒的位置都是在一起的，并且這邊傳下娃娃的這個耳鳴也是干擾到了東玄的判斷。沒錯，東玄這裡感受到了耳鳴，但是並沒有意識到是幸運兒往中場往小木屋走的這個耳鳴。這是一個傳下機械傀儡的耳鳴。對。他大門的信徒是排到了一個耳鳴，然後中場也排到了一個耳鳴，所以導致東玄有點不太分得清求生者往哪邊去了。這邊補上一個信徒，但是這邊幸運兒有呼喚，直接呼喚彈門。沒錯，那最終得物的求生者雖然說很激烈也很驚險，但最終還是保下了一個平局。如果說他在追擊的時候已經有移形了，那麼倒是還好；如果說是你前期沒移形之前的追擊呢，就會比較難受了。就看他這波移形，如果說移形貼近身位之後能不能把對的話，最好的一個地方在於什麼？在於求生者他不會倒在墓地角落讓你掛很久，但是這樣選作曲家應該是要進墓地了。對，而且在墓地牽制，然後墓地倒地的話，看一下這個點，直接衝着作曲家的方向去。開局應該沒有什麼懸念，就跟作曲家進行一個 solo。是的，那作曲家也沒有選擇進墓地啊，應該是考慮衝着這個中場先繞上一圈，但這樣會干擾到飛行家的一個破譯的。是的，他可能考慮到直接進墓地會被第一波遠程上到雙城驚喜，所以說卡了個視野，先繞一圈。是的，那作曲家交完了一波音叉，也可以看到承載那邊是給到了一個振奮啊，幫忙把他的音叉 CD 給減短了很多。對，但是因為喧囂的高移速，所以這個距離也不太能拉開。對，那下一波音叉還有5秒鐘，車剛好也已經到了墓地啊，這一波是不太好上車的，他選擇。交音叉轉去墓地的板區，對，但是這前面有個雙方驚喜拿到了機會，哎，這一波是直接躲掉復用，第2顆球也沒有上到，那這樣子的話只能交出移形來貼近身位了。對，被迫交移形，而且還上的是一顆紅球，那這樣子還是差2顆驚嚇標記的。對他這一波移形過來，其實繞場謝幕沒有交是有點沒想到的。是的，那進到前面的話，能不能拿到第1刀呢？哎呦，還是一個紅色的交互區域啊，差一顆粘土的，所以他等於只上了一個白球，復用完還躲開了，沒上城，那要再拖一波啊！這個牽制時間已經非常好了，子哥。對的，那這邊的話，就算吃1刀之後，我的音叉也是有機会能續出來的。對，哎，承載那邊振奮是好的，他其實可以震一下，為什麼不給振奮呢？沒事，反正還有6秒鐘時間了。對，他其實剛才十幾秒的時候給上一個振奮一下，對，是可以讓作曲家規避這一刀的。交出音叉加速，極限規避了這一刀。沒錯，而且也拉出了沉默範圍。這裡倒地要咔咔咔3台全亮了。他已經牽制夠了，所以他現在只需要倒在墓地角落，讓你把這個清球時間掛對。對，我覺得這個局勢是不用卡觀眾效應的，是卡習慣了嗎？但是。可以卡一下錦上添花嘛，就是你卡了，如果卡得好的話，那密碼機就會更夠一點。對，因為你不卡的話，其實你3台全亮，第4台、第5台瞬間可以摸可以接手，後期是少一段這個回去跑圖的這個時機的。遠程看能不能攔截一下這邊的大副。
一個盲表蒙出來了，是有2阶的。不過5秒鐘應該是有機會能掏下來，嘗試一下能做到嗎？掏了下來，掏了下來。哎呦，東玄這波手艺已經守得非常好了。是的。有一段空中飞人，所以白子這裡也是在預判這個你會跳過來，反彈以後應該可以再接個音叉，拖出自己化險為夷以外的時間嗎？如果能拖出來的話，就可以彌補下一大副的雙倒。是的，近板雙球還可以牵制，還是沒有拿到刀。哎，還能翻，空中飞人過來擊倒。是的，拖得蠻久的，說實話。那現在大副應該是倒到拉拉隊員的2台遺產邊上，讓拉拉隊員過來去進行救援。密碼機可能会差一点，因为你是要强行去卡了一波观众效应嘛，所以你跑毒是需要时间的。对对对。飞行家那边也是松手了，直接交出花球，想贴近椅子。2段花球直接往椅子面前靠，不对啊，不对。扭一下，他对减速的时间没把握好，这应该是救不了了。哎，哇，极限救不下来了。不是，他对花球距離没把控好，他交完2段花球以後還沒到椅子面前，那你這個人是救不了了。他可能說還得再往是的，再貼一點點交花球。是。那這個局是瞬間反轉了，而且你拉拉隊員這邊是沒有攜帶回光返照的。東玄直接選擇去壓一下大副，因為我知道你這個大副是沒有一個絕處逢生了。空中飛人過來，能不能蒙中大副？在密碼機能強開嗎？是90的，那強開不了啊。遠處是99的密碼機壓好的，而且這邊有個地下室，他得快速倒走才可以。對，必須趕緊離開這裡。這裡是地下室加遺產這種雙重噩耗啊。對，先躲一下第3段懷表。拉隊員那邊掏了下來，南前面可以極限進板。空中飛人跟進的話，就會被直接擊倒。是的，那這裡要趕緊把人給掛回遺產了。那這樣子遺產加上地下室的話，能掛進去嗎？如果能掛進去，就是遺產加地下室雙手了。對的。局勢真的就瞬間反轉了。飛行家能不能利用這個掛地下室的時間趕過來把90的密碼機給偷開啊？有點困難，因為他這邊先跟承載調整了一下狀態。對，他還在紅蝶河那個位置。那這一波就只有一種打法了，拉隊員必須補99的，補完然後過來打團了，因為大副本身是比較能做的。哎，是一波聲東擊西，拉隊員下去了，拉隊員化險為夷，化險為夷刷出來。是的，這樣化險為夷套出來以後，臉上要搶嗎？不太敢搶吧？太敢搶，還是繼續打一波拉扯。這波拉扯打得很漂亮。是的，那這邊飛行家還有飛行器和懸停，所以說是可以規避拿刀的。對，飛行家其實這裡可以走的，我覺得可以走的，因為那頭還有2個人。是的，交出懸停，然後避免給刀。想強行過來把這台93的密碼機破開。是的，然後飛行家再趕回來，繼續進行一波拉扯。那東玄這波的話，其實有點畫地為牢了，因為他不太敢離開這台密碼機。是的，是的，其實他只要一個不小心，我覺得大副是可以走的呀。你讓飛行家跟拉隊員隔着拉扯不就好了嗎？大副去翻道具，對不對？通過大副打25層激勵，然後3個人一起把這台密碼機搶開。哎，有必要這麼拼嗎？那你開門戰還是要被秒啊，對吧？你等於說臉上是2個沒有道具的人在臉上，25層，你就算起了。也就那樣吧，因為他不用插刀啊，對，他不用插刀，你就算起了，我感覺也還好啊，他有挽留啊，他有挽留，不用。準備來一起打團了，來了，那2個人可能還不太夠開，等3個人一起夠開。對，完全沒必要硬打這一台，我說。哦，想了想，還是說外側興起了，飛行家那邊已經在興起。然後你讓大副去補充道具，讓飛行家補充道具，這開門戰的勝率不是能保平機會不是更高嗎？對。這邊拉隊員就一直給大副續上激勵，然後壓迫這邊東玄，不管出擊手密碼機就可以。是的，就硬搶，我覺得是真的有點。一個空中飛人聲東擊西，看能不能快速趁這個時間。對，激勵要會消嗎？沒消，再跳回來。是害怕有人偷。對，他其實可以看到飛行家那邊密碼機是在抖動的，不過大副身上的激勵是一直沒有掉，所以他也不太敢說直接去操作。那邊密碼機已經來到了一個60%，東玄可能現在要主動出擊了。加速用掉，打倒直接起。那密碼機外側是不夠的，如果能快速把大副擊倒，是有一個地下室。哎呦，可惜這個雙球沒上成，預判空中飛人。那這樣子還有一個地下室手椅啊。對啊，而且拉隊員這一波就不一樣了，你這波是沒化險為夷的，你上波有化險為夷，你這波沒化險為夷，那只能強開了，我覺得。要強行過來救一波，強行救一波嗎？我覺得不如強開吧。
那看这波的话，求生者怎么处理？救下来，神仔看一下，决定打一个大副的针对。是的，身上的激励，那这里可以直接通电，但是很难出这个地下室。他有挽留，我觉得要不考虑回头打一下拉队员再说呢？还是选择没有命中到。对，选择继续追一下南。一个肉场谢幕直接打倒，求生者那邊門也是已經貼上了，還是決定先掛。雖然大副是沒有自愈的。這個移形如果說掛上的話，是有機會能夠攔住這個門的，距離會剛剛好夠攔，距離會剛剛好。移形過去之後，這個門能開掉，但是拉隊員還差一個紅色的鏡下標記，不太好走。是的，但拉隊員有機會去走地窖吧？甲門沒有地窖，墓地的地窖。這邊翻窗下去，雙花球是可以直接往墓地地窖趕，最終要完成一個平局了，感覺。哇，這個局勢真的是跌宕起伏啊，瞬息萬變啊！其實我覺得求生者在獨龍的話，他追擊能力其實也不是很。因為他有一個移形可以幫他補足身位嘛，你不管是飛行家交出了懸停，我一個移形就把這個身位給湊上來了，甚至移形過去來一個什麼求生者，但是對他來講，兩個救人位感覺是比較難突破的，守墓人是比較難追的，扶手他也碰不了。他追守墓人唯一的好處就是存在感拿得多，但這裡是選擇往中場走，一花那邊應該會過去提前下板了，但是我覺得歲歲安可能還是得拐墓地，空軍是比較好突破的。空軍因為沒有位移能力嘛，只有一杆信號槍的話，追擊起來是最容易追的一個對象。過來先把墓地窗封上，然後再進墓地。哎，不對，他還想反繞，他想繞去找飛行家來突破，但是飛行家這裡大龍也是提前往獨棟拉了，沒有給機會。對，他還是前期以主要封密碼機為主，把你的修機速度降下來就可以了。稍微的干擾一下，這個點大龍沒有上樓。這邊是一個彈射的飛行家，所以他的牽制壓力不大。也拖出了快要到移形快好這麼一個時間，上到了20的蠟。這邊再利用高地插繞一下這邊的拉上師。其實，在獨棟這個位置，飛行家還是挺有操作空間的。對的，這邊還有彈射，然後翻過這個窗，還可以再蹭一個窗彈的加速。錯。我反繞大龍這邊也是及時意識到了。是，甚至大龍到現在還沒有交過噴氣背包啊。這裡如果蠟被上的比較多的話，就有點危險了，因為下一波只要拿到刀，那麼哎，懸停來得及嗎？來不太及，來上師這個控制時間還是比較久的。對的，那這裡應該不會主動交移形，就等你交出了道具。懸停，哦，現在可以交移形了。你直接交道具，但是那邊看一下有人接嗎？好像是接了。來了，哎，沒接到。人呢？各走各過各的啦。苦丑自己拉走了，但是飛行家沒走，兩個板一封。不動了呀。不太對吧？這配合感覺，這如果不應該打出這樣的配合。如果說接走的話，這波歲歲安的話節奏就會進入一個斷層的一個區間了，因為你已經交過了。他交移形完，他不是立刻到臉上的呀，他轉過來還有2秒鐘呢。那求生者這一波是有很充裕的時間去使用這個推進器推走的。那就看這波吧，看少天怎麼去彌補一下自己的一個沒接上的一個小失誤。是的，但其實密碼機來講，前期破譯的還是挺多的。少天一個推進器過來，想來一波暈住，但也沒有成功，先打一刀。那這裡有機會打雙倒，對歲歲來講，開2階了，丟個這招火辣，丟個火辣雙倒的。哎呦，節奏非常的舒服，這就是張狂蠟像啊！對，上限非常高啊。大龍這裡也不太好牽制了，這塊板子直接燙倒。那這樣一位倒了，節奏就會陷入一個非常被動的局勢了。要讓空軍來壓迫一下嗎？還是怎麼說呢？因為我看到空軍好像是往這邊趕了。那現在問題就在於空軍這杆信號槍可能不一定能保活只有一個空氣標的飛行家呀。是的，而且如果讓空軍來救的話，你想想，你救下來交那一波槍，他身上還得帶蠟，對吧？壓力還是比較大的。對，首先你救人就是個問題。而且苦丑遠處還必須得交掉這個哦，他是倒隊友邊上了，那就還行，能省一個絕處逢生。這一波看一下，要不要救的話，可能得提前過來，要不然他時間不太夠了。但是救人的話又很難保活，看空軍這波怎麼處理。哎，這裡如果定住不打的話，有機會卡淘汰進度卡過半。哦喲，很極限把這個交槍了出來。對的。
那這裡無傷掏了下來，這就是空軍強勢的地方啊。对，但是你怎麼去扛一個蠟像師的人呢？沒錯，不過飛行家身上沒什麼蠟，這裡感覺能翻過去。92的進度能燙倒嗎？倒了，成功燙倒。外面的求生者也是調整好了一波狀態。密碼機目前看起來是蠻多的，3台半的一個進度左右。但是對於帥帥來講，他現在開了2階了。對，他現在只要鎖定求生者，他就可以大膽一星。對，他已經開了2階，他基本上就是見人就秒，除了這個守墓人以外。現在就一花站出來扛壓力了，勾引你，得把這個耳鸣一直給到這邊的蓝漢士才可以。是的。现在紅蝶河的密碼機也是開掉了，往前走還是一花這邊給到耳鳴，甚至下板然後爆點，讓你這邊的藍漢士來追我。對，那你下板我肯定知道你是救人位在這裡的呀，對吧？我稍微改一下逼你道具，你外面密碼機總得抖吧？你外面密碼機抖了，他一定是好追的人。对，看到独龙密碼機，應該能看到獨龍密碼機。哦，10%幾，馬上就要抖了。先封住，那確定了空軍的位置，應該要追空軍了。因為左邊剛才看到了苦丑嘛，那這裡空軍是有機會秒的，帶了一個魔術棒，是被16牽制消耗掉了。哎呦，這裡一個魔術棒，但是能秒嗎？哦，魔術棒出刀，這個板區還能再搏一下。是的，還是有機會上第2波蠟。蠟有點續不上，能噴倒嗎？噴倒，續不上，好像差一點點，但是平也拿到這一。蠟油的數量不夠了。對。那現在把人給掛上，我們看一下求生者的密碼機，最後一台是只少1半了，所以還是有機會能夠去爭一個平局的。而且那台密碼機是一個 S 版的密碼機，不太能被壓到。嗯，關鍵是他如果說去點門的話，會離門非常的近啊。所以說這個位置應該不太好封密碼機了。哎，這就是守墓人的一個好處了，在救蠟像師的人的時候，完全不用擔心被攔截。先壓出來，那這裡也是選擇直接放棄椅子上的人嗎？他想打一波疲於奔命，在開門戰的時候把自己的技能給拖出來。是的，他先把密碼機給封上，然後再回來打。他至少要把自己的這個傳送給拖好嘛。對，移形傳送給拖好。這樣的話，隊友就得幫忙扛一下刀了，保證遠。好像不扛也行，因為他畢竟是2掛嘛。是的，而且這邊密碼機的話，可能不太能牽制夠。這個板區不是一個好博弈的地方。應該會在通電之前再上一波椅，我感覺。我遠這裡再上椅的話，也能給帥帥拖出來這個傳送。盡量稍微帶離，堵住我們那個方向，讓你開門戰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貼到門。沒錯。然後你一會守墓人想去走門的話，他有傳送，找機會可以留下來。但其實我說實話是比較難的，因為守墓人還有鏟子。對。他想走門的話，有一個推进器的輔助。其實對於現在 CCN 來說的話，他看能不能壓到空軍這波起身。如果能壓到的話，他就有爭勝面。一刀，哎呦，這一刀沒打中啊！好致命，關鍵的一刀啊！哎，那這樣求生者看到你是沒有挽留的，甚至守墓人想過來扛蠟嗎？应該不會，應該不會。這裡守墓人只要走門，他就穩走了呀。哎，但是呢，這個門開不完啊。對，40多，這空軍是掛飛，帥帥直接選擇傳送。學校門是沒有人的，少天這個位置。少天的故意小丑，而且他是一個沒有道具的故意小丑。他應該是交了道具去修機，或者說點門了。那這個地方感覺少天走不了了。对，好在說是 CCN 這邊蠟油有點續不上。不過這裡選擇回頭來管守墓人嗎？哎，他為什麼不管故意小丑呢？故意小丑啊！他覺得這裡會點門，他怕處理不掉。對，他其實只需要把那個一花這邊趕走，然後再針對一下這邊故意小丑，讓一花這邊點不了門就可以了。是的，是的，他甚至封門都行啊，他回頭封個門，然後繼續來追這個枯丑。不過沒關係，他現在只要能排到少天的位置，他還是可以多抓的。是的，但是感覺不太好排。但是其實對於帥帥來講也有點好處是什麼呢？就是我沒有挽留，我不會被拖挽留，我現在反而能夠把自己的傳送給拖出來。不一定，如果現在俊昊天他去開那個學校門的話，傳送拖不出來，就看這邊的一花怎麼博弈這個地窖了。一花的鏟子還有1半啊，這個地方地窖不在墓地，門已經點上了。地窖好像是在中場，還是比較近的，而且電車攔截了一下這邊上蠟。那感覺要趋向一個平局了，很有機会啊，好像攔不太住了。对，我還是沒搞懂為什麼要放棄這個哭泣小丑呢？那對於朱雀戰隊來說也是有驚無險，成功把比賽拖到第3局。是的，難評有點，就是最後
对，幸运兒啊，還是雜技啊，我這邊能給到你1000加的。而且很關鍵的點就在於我怎麼快速把外面的人給攔住，而且不讓這外面的人有機會能夠被轉進聖心院的大房裡面去進行牽制。這個陣容的話，他密碼機速度就很快，對，就看啟言的選點了。哎，啟言是選到了女神像，那他就是不想排外面的人了，我直接女神像進醫院，就追你醫院裡面這個人。或者說是以追代趕，我先把這個囚徒的密碼機控住。這個點果然是直接衝着聖心醫院大房去的。開局先驅趕一下囚徒的密碼機破譯。貓先放一下，哎，這個貓很精準，是直接定到了囚徒的方向啊。是的，透視應該是能夠看到的，但是不想去了嗎？還是得去吧。哦，他就是用餘光掃射一下，看能不能看到幸運兒的位置。如果說掃射不到的話，那我就對木的這邊的一個囚徒進行追擊。是的，那這邊如果要放貓的話，必須先把板踩了，不然的話有可能躲掉。他可以卡那個電的最後一刻，然後去踩這個板，這樣子。踩掉了嗎？哦，可以。踩掉了。一個很極限的一個時間利用，經驗非常的豐富啊！這樣的話，等於是進行了一波秒踩板，這個貓也成功咬到了，就看跳的距離把控。哎呦，隔牆想蹭暈，但沒蹭到。對的，那這一刀的話就可以成功規避了。是的，這個門算是卡到了一下啟言的這個跳啊。是的，其實我覺得他當時就沒必要去卡那個狩獵本能了吧？他低頭，他其實應該抬頭去看這個尋找天王左邊還是右邊走。那這樣子的話，再拿一刀的話，囚徒可以安全轉進醫院，還能再直接交移形了。這感覺直接交移形去追一下囚徒。但是你的板子是没宰的，所以說少天這邊是有機會再繞回醫院的。所以下一波的救援就至關重要了。看一下，哎呦，想跳過去，出现了一點失誤啊。對，那這一只貓又要廢掉了。其實這波跳如果不失誤的話，是可以把囚徒瞬間擊倒在這個200英窗的。他這波跳是可以往前，然後去拐彎跳，再拐回來。就如果囚徒你翻板的話，對，而且這個板區是沒踩的，少天還可以利用這個鳥籠板區給你壓迫性，逼迫你踩板區，我這樣轉走。是的，那現在密碼機已經是達到了3台了，這裡彈射還得再花1只貓才能夠擊倒囚徒。得架在這裡，不能讓他再交出雙彈了。是的，前面這個貓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哎呦，一個預判電被啟言這邊察覺到，但是呢，這個牽制時間已經來到2分鐘了。對的，對的，對的，而且甚至第4台、第5台都已經有在破譯了。對，這一把有幸兒在外面，對於窮子來講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卡觀眾效應，可以少跑1台密碼機的路。而且囚徒只需要一根連線，就可以把觀眾效應這個天賦的收益發揮到最大。是。所以基本上依舊下來，我感覺密碼機是有可能能夠的。第5台是40多嘛，救下來一個化險為的時間。如果說安排的好的話，有機會夠。對，血線還是比較多，所以還想再卡一會兒。沒錯。哎，但是這邊有沒有機會攤一個雙倒呢？應該不太行，囚徒會主動幫忙扛這一刀。傭兵也是，其實彈出護腕，避免被雙倒的風險。是的，而且他彈出護腕，趕緊去破譯手上的密碼機。這樣的話，70的進度，求生者還在連電，應該是有一台99的需要傳開。那這樣子，雜技再過來救一波，4個人開門戰。那這局的3方面會非常大。對，而且囚徒是期待了回光返照的。他有幽閉的話，其實也對於啟言來講也有機會去爭一個保平。對，爭個保平。不過問題在於聖心院。這張地圖，求生者貼門會貼得很快啊，因為開門戰人是足夠的，密碼機也是足夠的。對的，先拉回來再打。哎呦，但是彈刀了一波，比較可惜，而且是先吃刀，先暈完再吃刀的。這樣化險為套上，密碼機是肯定夠的。囚徒利用這個空隙，看能不能再往廢墟進行一波轉點。轉進廢墟真無敵了。廢墟這大長窗、大長板都還在，對，板子一拍就可以開掉了。你如果不交移形的話，其實是比較難處理掉的。這個地方你先得踩板，你踩完板之後，這個窗戶又比較長，對，很難套路到這邊的囚徒。想卡紅光，這個地方有一波電，哦，提前預判到了。是的，那這只貓還能拉回來嗎？反彈還在，被迫切閃，沒辦法了。也算是使徒安在這張地圖確實面對這個陣容不太好進行追擊。對的，其實我們一開局就說使徒安打
這個地圖本身就比較难受，因為有太多的建築物可以去輔助求生者来躲掉你的猫的控制了。对的，那朱雀的求生者在上半场完成了一个3跑这边，不管说是从追击还是手影都有机会。对的，如果说能够来点什么提前拦截这种啊，对于我觉得手影来說會更加的舒服。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點的2個角裡面去。選到了木屋，那這樣子臉上是廢墟的雜技和小門地窖的枯衣小丑。是的，其實達沃商在這樣地圖也不是很吃地形吧，因為不管你進入比賽畫面，開局東璇的話是往廢墟的方向進行一個移動的。先來一個自然交易，吸一手藤蔓。看一下陳某人的位置是選擇往女神像方向走，他可以先驅趕一下陳某人的位置，看要不要再掉頭回來追擊一下。打紅光騙了一下，好像身具拉回來了，陳某人被騙到了。這藤蔓能捆住嗎？捆住了，而且球還交了出來。對，然後趁這個時間再吸一個藤蔓給他。是的，細節拉滿，他是再拉一個自然交易，下一波藤蔓好了，馬上又可以使用了。對，這邊的話再吸一個藤蔓出來，手上握有2個藤蔓。不過進了醫院以後，其實就比較難進行追擊了。這邊是有一個放藤蔓的機會的。對，但他沒有第一時間去選擇交，他看到雜技跳下來，其實就可以直接交了。哭泣小丑直接帶火箭，然後提前拐，能來得及嗎？不過好像是不太來得及，是剛好拉到了前面。不過這波對於東璇來說是不虧的，因為是2個人陪跑，密碼機就停滯了。是的，還有下一個藤蔓怎麼說？像沒有幫忙攔一下，對，而且是蹭到了這顆火球，導致說是你的藤蔓在中途斷掉了。對，這就是雜技它的厲害之處吧。先開一個門，碎石並沒有碎到。前面的話還有飛輪，一個反向飛輪想頂，但是捆到了哭泣小丑。那拿到就是賺，其實能拿到就是賺的，因為哭泣小丑是攜帶化險為夷的嘛，你把救人位的狀態打下去，後期會有伏筆。但這一波在小木屋玩得太久了，陳某人手上的道具還是能夠繼續牽制，想先交移形加近身位。但是呢，紅球封住路，你還是得再開一個門。這個板還是得踩啊。對，這就是雜技這名求生者在牽制的時候實在是太靈活了。是的，剛好第2顆紅球也吸出來了，所以對於東璇來講，這裡想抄近路，哎呦，有點難受了。這個陣容，弓箭手、虧小丑和郵差其實都能追，就雜技是最難追的。是的，是的。但是我覺得追雜技得等一下櫻桃小麗了。對，你追雜技的話，它其實還有2個 OB 位來 OB 你啊，你還不如去追其中的一個 OB 位會更好一點。主要是開局捆到了吧，畢竟是開局拿到很快嘛，所以就想在雜技上看能不能進行一個快速擊倒。來一個後撤壁弩，給上撕裂值。身上的撕裂值一直在斬，但是這個地方就算拿到了碎石，其實雜技也無所謂啊，畢竟他還要再吃2，而且這邊的撕裂值會眩暈一下。再補上一個開門碎石炸倒，精準的炸到，但是求生者這一把甚至是不卡觀眾效應了。對，而且弓箭手在旁邊好像還有機會能 OB 嗎？這個牆不好說。哎，沒想到是從這裡鑽回去了嗎？門剛好關上了，自動門。就沒有機會射出這一下龍骨弓。看他們這個分布是決定打算讓弓箭手先進行第1波救援的。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了，就牽制的足夠好的話，就根本沒必要卡這觀眾效應。他們現在只需要跑，就跑一個嘛。對。然後哭泣小丑把密碼機亮掉之後，然後進行救援。是的。血線可能不太夠卡板。卡滿救一波也行，因為卡滿救一波，3個人去把最後一台強行補開嘛，這樣的話大門一個，小門一個。對的。或者說不救了，不救的話，3個人打一整台機子，再留一個化險為夷，防止壓一鏟也是可以。可以的，因為小丑只需要把耳鳴給到東璇，讓你沒有辦法壓迫外側的破譯就可以了。對，因為他們只需要跑一個，所以戰術是非常靈活多變的。看到了虧小丑的位置，可能還是想壓滿再刷一波化險為夷的。弓箭手好像想過來 OB 嗎？想幫助這邊虧小丑刷出化險為夷。也不對。應該是打一波配合，然後把這個人賣掉。對，弓箭手是提前放手，然後幫忙吸引監管注意力，應該是這樣子，我覺得。然後看一下這波能拍到人嗎？腳印看到了，東璇邊上雖然是慢翻，但是翻窗會有那個很大的一個哈的一聲，震了一下。但是碎石沒有炸到，因為藤蔓的控制時間比較短。沒錯。
那这樣的話，200一窗有一台遺產，但這台是可以不要的。卡一個波紅光，再次拉近身位，一個飛輪，碎石還是拿到了。手上還有一個碎石，是的，掛上壁弩。可惜這邊是沒有重金之托啊，有重金之托的話是可以提前打倒的。但是外色使用者已經是新起了一台78的遺產機，密碼機肯定壓不住了。這個地方想掛上的話，還得停頓一下。密碼機已經壓好了，夠的。東玄想利用這個撕裂值，看能不能打一個取擦。對，就跟前面那個拿電來取踩板的一樣。敢掏嗎？敢掏嗎？就要震慑了，直接打震慑，但是還好是有回光返照的。对的。现在撕裂值是馬上要滿了，所以也不太能夠去救人，而且去追人，並且弓箭手補出了一手非常關鍵的撕裂值。是的，你這一波往外拉藤蔓，一定會被控在路上。來開一個門，逼迫你，讓你轉走醫院。沒錯，一個反走非常的靈性，前面板子肯定可以翻的，都能繞回醫院啊。那這樣子翻掉前面的窗戶，還能銜接上窗台。是的。再蹭一個窗台，不過被藤蔓捆住了。看一下小門已經來到了80多的進度，直接傳送，但是門已經99了，有推進器。炸暈，庫里小手是先出門。骷頭是可以走的。骷頭走了以後，臉上耳鳴，能意識到嗎？判斷方向的時候到了，耳鳴響起。因為郵差那邊有一個自癒，所以說他得快速擊倒這邊的承載，才有機會攔截住郵差。是，那至少去多留一個人的話，也可以完成一個淨勝嘛，就可以爭一個小淨勝回來。排到了，這裡一個龍骨弓無事發生，藤蔓再吸一下。到這邊的弓箭手，那郵差的自癒是剛交的，所以說是能鎖定他的一個大致位置。對，東玄這裡邊把人往小門地窖點舉，邊是注意了一下這個大門會不會有人去偷點嘛？哎，這邊是隔牆，有沒有透視到這邊的郵差呢？哎呦，他排的位置是廢墟，但是他沒想到郵差這麼大膽，是已經繞到門口了。對的，那這樣郵差肯定是留不住了。而且弓箭手爬起來有沒有地窖啊？那個方向？他反正是有自癒的，肯定夠起來一次。對，白子這裡是不會那麼主動的快速出門的，一定要拖弓箭手的一個。繞在雕像的方向。哇，那還是比較遠的。對，那應該是比較難操作了。交出藤蔓，想掛一下這邊的弓箭手。是的。成功舉起來。想要先搖下來嘛，利用這個定點控制。他怕自己到時候掛不上了。但是這個荊棘的時間給消失了。那還能轉進去，前面可以翻板，手上有個飛輪，再往女神像靠。哎，是想開門，他想開門，他點了個吸地板，是的，點了個自然交易吸地板，那好虧啊。那就看這個藤蔓能不能頂住了。手上你有飛輪的，有飛輪的，飞輪頂掉了，但是郵差出來還是有點身位。怎麼說？蓄力刀沒法直接爬，所以這一波還有機會撿嗎？沒撿成啊！哇，最後還天哪，太極限的一波操作了！德武把這個淨勝也給保住了。是的，那恭喜德武拿下本場比賽的勝利。是的。